经典古语，句句道破人性。2015-02-14文语及格言热读61942050214 204916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是物草都有根，是话都有因。吃饭品滋味，听话听下音。钱财如粪土，人一直千金。道高龙虎伏，德高鬼神清。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生死不由命，富贵全在情。近水之鱼性，近山之鸟音。酒在江边站，必有望海星。2015-02-14 204908一文常会有，唯德自成灵。有品德不见，有学问不平。独行不愧隐，独寝不愧清。何必思何竹，山水有清音。交友无贫富，情义重千金。损有近而远，益有近而亲。驮小压千斤，教小辣人心。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千里不期，孤独木不成林。海既一体之计，天涯若比邻。2015-02-14 204924白酒红人免，黄金黑人心。无钱修入众，遭难莫寻亲。篱笆闸的井，野狗钻不进。生无一堆土，常有四海星。是亲不是亲，非亲却是亲。3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穷人见穷人，非亲胜似亲。富人见富人，是亲不认亲。人心换人心，8两换半斤。常存君子道，是就见人心。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人事有代谢，往来诚不精。让人非我若，则至莫离群。再三须重视，第一莫欺心。宁忍自己气，莫伤父母心。无病休闲，守家安莫怨贫。苦生犹可敬，人独不贪轻。无本修严厉，有祸不愁平。2015-02-14 204933盛世藏古董，乱世囤黄金。保暖思营央，饥寒起盗心。同欲者相增，同忧者相亲。酒逢之以饮，诗向会人吟。就凡无若镜，捕捉莫如情。床上书帘屋，阶前数浮云。官清明皆敬，主雅客来勤。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平。因事不可仿，政客不可敬。2015-02-14 204944伴君如伴虎，颗颗要当心。从来名利地，一起是非心。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
海窟中见底，人死不知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权势不能轻。一勤教10懒，不懒也要懒；一懒教10勤，不勤也要勤。养无愧于天，辅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http://www.gameian.com/wx/4523.html 经典古语，句句道破人性。20150214文语及格炎热5 6 19 4 20150214 20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我们的每一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凡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一阳来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知道。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是吧？
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呐，碰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啊，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啊，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哎，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别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啊，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吗？下午又有2节课上课吗？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闭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闭礼就是话语，晨统话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就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
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童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没有。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一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搞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搞简单的，都是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他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现在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2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
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那个住下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1等于2，1+2+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完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一样的印在学校的，
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啊，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到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啊，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知道。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啊，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啊，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了，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啊，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学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啊，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哎，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别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啊，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嘛，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嘛，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音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音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音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协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礼就是教化，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就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开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没有。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义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1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义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搞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搞简单的，读书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他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
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六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2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一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啊，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再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1等于2，1+2+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我就首先3年就是读经典，打好基础，4年级的学数学一下就懂了。那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是吧？它就是6年级那个应用题，算术应用题比较难。其余的是很简单，4则运算，是吧？3年时间完全学好。他有这么多智慧了，这种智力都开发的这么好了，
他学数学多快啊，是吧？所以我为什么提出来一个7到8节课是这个意思，有针对性的啊，你不要国家课程都不学了，那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现在全国2种模式，一种是我这种模式，国家规定的课程全部开，做适当调整。适当调整是什么？有一些课时适当减少，比如说体育课每周开3节，我只开2节，我实际还是开了3节，因为我这一节是武术课了，武术课怎么不是体育呢？这是最好的体育了，是吧？2节音乐课我开1节教那些唱那些儿童歌曲的，还有1节教古琴欣赏音乐，还是音乐啊，我没有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是吧？但是我培养出来的水平，我比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呀，质量要好到几倍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好好的。所以我这种模式呢，家长欢迎，你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怎么行啊？没有文凭，一切事情不能做。不是我们中国讲文凭，全世界讲文凭。你没有文凭，它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是吧？你不能脱离社会，你到星球上去，你去开发一个星球不要文凭的星球，那你就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只读经典不学数理化，不学科学，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是吧？读经典不学科学，我讲了，人文和科学必须是2条腿，同时走路，同时一样大，一样长，差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是文理皆优。你看我的培养目标啊，文理皆优，德才兼备，文理都要都是优秀，文理皆优，是吧？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国家教育的课程加，我现在加4大特点，这是我的学校就是4大特点，5大经典教育，5大经典教育，8大能力培养，10大行为习惯训练，10大高尚人格塑造。我就是用这4个东西改变中国的教育，文化功底差，品德道德差，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啊？能力问题。现在有学历没能力，是吧？就3个问题，文化功底差，学生能力差，道德品质差。我解决3差嘛，3差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我就是5大经典保证文化功底，8大能力保证能力差的问题，10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10大高尚人格塑造，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这中国的教育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你看我的办学目标3句话：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我的口气很大的啊。创新中国基础教育，第3句话，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好不好？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赠送给所有大家，啊，都可以赠送给我们每位老师，你带回去。你看我的教学理念，我的办学思想，我的办学宗旨，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这是我研究40年制教育的心血，是吧？把中国的教育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教育工作者，包括每个家长，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10年树木，100年树人，教育为本。教育是我们
国家兴亡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才为本嘛，人才教育嘛，怎么有人才？靠教育。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我们中央说的，国家写进文件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中国大陆国家只抓3个重点，3大重点，哪3大重点你们知道吗？第一，科技；第2，能源；第3，教育。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几百几千项工作，中央重点抓3项工作，国务院重点抓3个，是吧？你没解决科技问题，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的，是吧？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的，没人才。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谢谢啊，谢谢。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异反，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异反心理？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4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哎，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哎，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哎，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哎，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哎，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是吧？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他想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哎，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们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卷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哎，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哎，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叫学了，啊，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哎呀，我讲这些人啊，都一点不懂教育啊，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
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就是。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是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啊，他讲刘院长啊，《论语》啊，《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他说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啊，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都错，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啊，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一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四书要读吧，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了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那个不背的，
是吧？你看我们的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哎，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我好聪明，我读50遍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的。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世俗第一步，世俗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00、第200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1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便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只去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
这个小错误是难免，啊，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要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点两点的点，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异反，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异反心理？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四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
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是吧？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他想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人，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卷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想学了，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我讲这些人都一点不懂教育，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就是。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是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他讲刘院长《论语》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他说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
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做到离我们这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1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4书5经呢，要读完，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哪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那些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这里。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世书第一步，世书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00、第200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一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别于记
第二呢是不坏，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发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发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花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点两点的点，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就曾蝶来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好，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首先，我相信呢，《弟子规》这本书大家并不会太陌生，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统筹的介绍一下《弟子规》这本书。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
字子潜，号采三，生于康熙年间。他大概呢，毕生呢，生活了60年。李夫子终其一生获得的最高学位，就是秀才。此后呢就没有高中过了，所以举人进士他没有考入，所以呢也并不是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那么在当时，大家知道一个秀才能做什么吗？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那么这位李秀才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是因为呢他用尽毕生的一些精力和经验去研究《大学》和《中庸》里面的文学。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恰恰就学有所成。那么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典型。在科举的路上，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在研究《大学》和《中庸》的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叫做敦富斋，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久而久之呢，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后来，这位李夫子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当时取名为《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这个呢，也就是《弟子规》的前身。再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本呢改名为《弟子规》。从此之后，这本书便在一些私塾里面开始广为流传。那么弟子呢，也就是指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那么扩大了讲，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传颂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弟子。那么规也就是规矩、规范。弟子规呢，也就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事的规范。那么《弟子规》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弟子规》这本书呢，是根据《论语·学而》第1篇的一句话，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然后呢，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来阐述。《论语》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弟子规》呢，非常的浅近易懂，而且呢都是3句成韵，也非常的顺口。全篇呢一共是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全篇分为8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8个部分。并且在这个8个部分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么总共呢，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113件事。这113件事情当中呢，就是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人待物、求学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下面我们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
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呢，《弟子规》它是一本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第二呢，它呢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口，讲了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在我们幼儿园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而且呢，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家长非常满意，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第三呢，它呢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我觉得呢，从小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呢，它是以孝悌教育为关键节点的。我们《弟子规》全篇第1章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能人为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那《弟子规》的影响和意义呢，也非常的深远。在清代后期，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儿童读物和同盟读物。当时呢，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的影响，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行为标准。那么，他所倡行的孝悌、谨慎、诚信、爱众、笃学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还有现在对于我们，包括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呢，这部书呢也有一个对它的称誉，叫做“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这是对《弟子规》的一个总体评价。那《弟子规》虽然它的内容非常的浅显，但是呢，它也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首先呢，我觉得《弟子规》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就是传承文化。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呢，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精神，并且呢，关注人性的健康成长、人生心理健康之情感。要学会懂得爱，包括爱父母、爱家人、爱身边的一切事物。第三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为学进坚、人生成长之道，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弟子规》教我们首先要懂得孝悌，懂得谨信，懂得仁爱。然后呢，学会与人交往。以上这些我们有所修养，或者说去懂得以后，然后你有什么余力才学文。所以就是说，其实包括现在可能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慢慢去走的一条比较好的路线。第四一个。它呢为我们规定了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为构建和谐、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提供了依据。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也是力图呢借古人的智慧，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培养一个礼仪道德之风，营造人的心的纯净，社会安定的温馨世界。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读错的一些字音。
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一起来温故一下。冬则温，夏则庆，这个是我们第1章入职校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个庆字啊，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少了1点水啊，这是2点水。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教授的时候，容易跟那个清字混淆，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庆就是凉爽的意思。冬则温，夏则庆，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夏天呢要使它清凉。言语忍，忿自泯，这个泯就是要消灭、丧失的意思。这是第2章出则悌里面的一句话。晨必盥，兼漱口。盥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要洗脸、洗手洗漱的意思。大家一起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起来没关系啊。便尿回，那么这个尿呢，它是一个多音字也读溺，溺爱的溺，同时呢，它也同那个尿，就是我们经常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便后要洗手，辄净手，也就是立即就要去便尿回，辄净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治污秽也是讲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衣服不要乱扔、乱堆，这样呢容易导致衣服的脏乱，治污秽。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还有一些语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要比较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读上去比较不知道是大概说什么意思啊。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其实呢，它表达的就是4个动作，4个平时我们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应该注意的动作。勿见欲，欲指的是那个门框，因为古时候那个门的前面都是有一个台阶的我们不应该去踩它。包括现在我们去一些包括故宫啊，包括古老的建筑啊，还有那个佛堂里面那个门，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不礼貌的做法。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就应该是跨过去不要去踩门槛。勿见欲，勿跛矣。跛矣就是跛，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歪的。跛矣也是站不正的意思，倾斜的意思。也就是有点靠着呀，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说怎么站没站上，就是指这个一个情况，一个姿势。勿积聚，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他们古人是用那个簸箕，那个簸箕是一个长口嘛，它只是用这个簸箕来形容人的坐姿，不应该是两腿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因为这样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所以勿积聚。那么勿摇臂，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用3个字形容就是吧？二郎腿，对，勿摇臂，也就是不要摇晃我们的这个大腿是二郎腿，不要撩二郎腿，这样呢，在这个生人面前也是不太好看的，不太礼貌的。也就是这句话勿见欲，勿跛矣，勿积聚，勿摇臂。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4个动作了哈，以后在生活当中能避免就避免。勿佞巧，也是我们后面章节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佞字呢，也就是巧言谄媚的意思。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
弟子规》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见人善，即思齐；纵去源，以见机”。那么这个“机”，因为它是用的这个足字旁的“机”，所以呢，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有一些差别。这句话呢，主要是讲看到别人行善，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那么后面“纵去源，以见机”，也是告诉我们，即便我跟这个人有一定的差距，也应该，就是说，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去赶上他，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让自己有所提高，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一句话叫做“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那么这个“子”长得有点像誓言的“誓”。这个是幼儿园小朋友动作没特别规范。下面是我们那个益阳的小学，根据我们刘院长创作那个中华经典编的一个课间操。那他们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然后自行编成课间操，这个其实几年前的一个课间操了。那第4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结合一些经典的诵读内容，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给大家看几个。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是大家熟悉之后来温习的时候运用的一些方法。这个是闯关游戏。
清楚啊。这可能不太清楚啊，换一个。有个男老师，就是那个老鹰。这个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或者是，对，这个老鹰就会抓那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一些诵读方法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诵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我们教授经典诵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教育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固执、霸道的倾向，尤其呢，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我们诵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立马能够得到提升，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应该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划分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的接受国学熏陶，全方位的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诵读时间。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2到3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让学生与圣贤对话，利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圣贤画像等这样的做一些布置，可以起到宣传、对话、熏陶的作用。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这是一角，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了孔庙学习。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的一些经典的元素。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然后再穿上，就是这个是老师画的，这个是丞相服，这个是淑女服，这个是这个秀才服，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是的，是格格服。
这个是我们诵读一讲啊，这是班上学习三字经，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这也是我们大班孩子环境创设的一讲，它是用一些简化窗花，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作画创作，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面。就环境当中，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因为在幼儿园的话，环境创设这一块还是挺重要的。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啊，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小学的话，一般就是创设读书角，把它布置的丰富一点。那第4一个呢，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规定。那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就学得再好，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的再怎样啊，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如果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入厕、洗手、吃饭，还有上课，但是一回家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他，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氛围，这样呢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第5个就是展示诵读成果。我们通过就是说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教授让孩子学习，那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更多的呢，孩子的天性他是喜欢展示的，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这样呢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让家长也能了解到孩子到底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首先呢是一些静态的，比方说书法，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还有朗读、表演、比赛等等。那么活动展示也有非常多，有社会活动，有演出，有夏令营，还有书香家庭、中原小擂台的评比。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胆量，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锻炼自己。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出去，可以在小区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位这样的老人，或者是你觉得愿意去为他带去笑容的人，在他面前诵读经典，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呢，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就是跟路人，然后就是说我是小记者，这是小记者活动，我们的一个这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然后呢，你给他表演以后，然后让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大人为你写一句话，打个评语，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特别优秀的，评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这是一个社会活动。那平时呢也会利用，比方说劳动节，或者是这个母亲节，做一些孝主题，还有情，就是景那一章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要懂得行为礼仪规范吗？就用这些经典内容结合节日一起举办一些主题活动，那么每年的像6·1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是我们的重头戏，这个每个班都会老师都会就是集中精力，包括这个体育我们叫武术老师，还有舞蹈老师会编排一台非常精美的一个节目供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当地的那个领导还有家长一起来分享孩子们的一些成长进步，也是为他们这个学前教育做一个总结留念。
好，那下面我们就集中一个时间呢，给大家讲授这个2首歌曲《西府门老呼啦啦》，还有《礼运大同》。好，那大家也做辛苦啦，大家来活动一下。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分解讲一下这个动作。呼啦啦。呼啦啦。传播给更多的人。好，我们跟音乐再来一次，6、7，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圣贤与人，将心守目，无人不独亲，其亲不独自，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文官不独，非其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我不及其余地，也不必草于己。律不及不出生，也不必为己。是不谋利而不行，盗窃两贼而不作，不爱富而不避，是为大好，谢谢大家。那今天非常开心的跟大家做这些分享，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下课之前呢，给大家说2个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利用10分钟的时间，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到7楼去照相。我们下一节课是4点钟开始上课。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湘江风光带，夜游湘江风光带，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7点20，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屏吗？就是同舟楼前面那个屏那里集合。我们7点半准时发车，好不好？7点半准时发车。那如果
江河永不息，心意高流转。淡色的秋冬花风，见证沧海桑田，纵横大万里，山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血脉绵延到永远。中华智慧血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好，各位老师，我们课程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啊，是刘孝天院长在2000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叫《中华经典》。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领略一下，在12年以前，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为了推广经典教育，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答案。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唱，好吗？好。宗教领袖都来听国学了。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的佛教界的、宗教界的、佛教界领袖，你看都是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藏学佛教的主持方丈托尔巴。托尔巴是什么？佛教里面的博士，都在中央学习，然后学完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学半个月。每一个班请我给他们讲课，马上有一个班来了，马上有一个班，昨天通知我了，要我准备好课啊，刘院长要你继续给他们讲课，啊，现在西藏跟四川几个大寺庙的方丈主持啊，请我们去讲，他要请我去给他讲《论语》。要把《论语》一章一章的讲，一句一句的讲。他要我一去，他一次要讲半个月，并且有一个寺庙啊，现在准备有办一个国学的，也办个国学院，还办一个孤儿学校。啊，到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通知各位有兴趣的大家，我们多去西藏一个很大很好的寺庙去学习，帮助他办特殊学校，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你看家长啊，全国的家长很多啊，特别我们这一次来了几位优秀的家长，都来学国学，啊，自己带头学国学。全球华人，你看中小学生来读经典。第一届，我香港温主席，台湾、马来西亚，啊，一些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志，策划组织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一届大会在香港，第二届大会，北京八达岭长城，看到吧？八达岭长城后面是长城。扎这一个台子啊，要站1、2千人啊！你看，扎这个台子就花了15万，啊，后面做背景，全球华人来读经典，并且我们在05年全球大会上，在八达岭长城发表了中华文化宣言，号召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三届在台湾，我们台湾同胞在孙中山纪念馆门口
看了吧？这是台湾同胞发起倡议，要求在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全球华人读经日，对我们台湾同胞发起来，我们全球华人响应。今年9月28，大家记住了，9月28这一天，我们发起全球华人，我们各位老师在各地同时举行，到时候我们统一时间，好吧？来读经典，最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典，好吧？这个方案我们正在制定，好吧？第4届在深圳，你看，第5届去年在我们湖南，湖南后面是哪里啦？我们温主席很多同志参加的啊。岳麓书院门口，你看，岳麓书院门口，我们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4大家领导全部出席我们的大会。你看这些小朋友啊，读得非常好，是吧？读得非常好。我们这里也好几位，我们张亚勤同志、天津的张老师、张院长，多次来参加我们的，啊，我们台湾同胞好多次参加的，是吧？我们在座的很多参加我们的历届的大会。今年第6届我们分了两个，第一个是论坛，经典教育论坛，10年经典教育论坛在香港已经开完了，3月3号，我们温主席2位温主席承办，啊，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荷兰的李老师，啊，李丽娜老师也去参加了，是吧？我们很多同志去香港参加了这大会。第6届全球诵读大会，我们现在正在筹办，啊，筹办好以后，马上就会通知大家。希望我们大家来参加第6届诵读大会，啊，现在我们正在筹办，啊，这个地方呢，可能放到西北，啊，现在今年有5个地方要争取办第6届诵读大会，这个通过诵读啊，把学生啊促进学生读经典，促进老师来做好经典教育，来交流经典教育的经验。很有好处，还有得到政府更加重视我们经典教育。通过这样的活动啊，你看中央电视台绝没有讲国学的了，讲经典的了，是吧？好，第3向大家介绍全国教育系统掀起经典诵读日。教育系统经典教育日98年刚开始，大家知道啊，98年刚开始。只是在家庭读，在小范围读，我们叫后面就进入民办学校读，现在发展到公办学校，是吧？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公办学校的，啊，从民办学校到公办学校。我们湖南长沙，我最早的实验小学是八一路小学。今天我们八一路小学啊，冯校长也来了，啊，冯校长来了，哎，他们截止10年。益阳，我们8号要去益阳经典学校去参观，啊，去看一看。益阳那个学校已经做了10年了，啊，11年了，是吧？10年了，我八一路小学一起，是吧？所以现在公办学校都在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现在推广从幼儿园，哎，我们好多这一次来了很多幼儿园长，是吧？包括我们贵州的赵园长，是吧？赵立斌园长，啊，来了很多啊，哎，赵园长在后面，哎，我们这个张亚勤，啊，园长，啊，来了很多园长。你看从小学、幼儿园到大学，我们湖南大学的这一次来了，是吧？我们湖南幼儿师范这个高等学校的老师都来了，是吧？你看，
从学生到老师，开始只是学生读，现在老师读。现在我们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湘大大学，现在从学生到老师都开始读，是吧？所以这是第3点向大家介绍。形势，大家了解这个形势啊，是吧？第二，向大家介绍一下政策，国家有哪些政策，我们要树立哪些理念，哪些思想，是吧？哪些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2讲啊，向大家介绍的第2个大的内容。你看，第一，国家领导人论传统文化，国家主席了，总书记了，军委主席了，我们国家第1号人物，你看03年就提出来，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在海外建100所孔子学院，结果现在已经建成401所。现在海外申请孔子学院，向我们申请孔子学院超过1600所，超过1600所，啊。那么景涛总书记多次讲话，后面我会介绍的，要求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所有老师要高度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提出要广泛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普及活动。听到？普及活动，后面我有专门向大家介绍。温家宝总理，你看，我们景涛总书记家里啊，国家主席吴景涛都是书香门第啊，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是4岁半开始读经书，爷爷奶奶教经书，我们张亚勤的老乡啊，贴近的老乡啊，爸爸5姊妹全部教经书，知道吗？温家宝总理的爸爸妈妈、姑姑都是教经书的，温家宝4岁半读经书，所以你看他读出个总理来了，啊，是吧？小布什家庭读出2个总统了，是吧？等一下后面我介绍，我们要把这些要介绍给我们社会，介绍我们家长，使大家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这些教育的意义。后面我专门讲的啊。习近平现在国家副主席啊，你看他在09年中央党校给省长、省委书记做报告，他要求所有干部要读经典，全国所有干部要读经典，你看了吧？领导干部要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看到吧？所以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师、好多校长啊，我们有些领导还不知道中央的要求，啊，因为中央不重视，国家好重视好重视，所以就是我们下面不动，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啊，中央的精神、国家精神好的不得了，就是难得贯彻落实。现在讲我们中央的好政策、好的精神啊，过不了黄河啊，过不了长江啊，啊，我们湖南呢一下就过来了，是吧？我们湖南风一刮进来了，我们有些地方就刮不进去，是吧？你看，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党的领导人啊，全中国政治局委员只有25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是什么？国务院副总理，原来是我的直接领导，最高领导。原来刘延东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原来他就是我们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你看
这是他给我的批示，叶东部长批给我的。你看怎么评价？后面特别后面几句，举行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是学习中华文化、宣传中华、弘扬中华文化。后面4个字，创新之举。你看，国家领导人对我这个批示啊，创新之举，鼓励我，是吧？第二，向大家介绍国家文件的精神。国家文件，这些文件是什么文件啊？我们大陆，我们中国最高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在大陆共产党执政啊，各民主党派参政，8个民主党派参政，共产党执政。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历史经验。所以一个党来执政，其他的都来参与执政。这样的中国人口太多了，不能乱不得。经过历史经验总结的。那么国家的文件17大报告，也可以说17大报告哪个做呢？党代会的代表哪个做报告？总书记吴锦涛在讲话，弘扬中华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看了吗？第2句，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们举办已17期了经典教育培训班、传统文化经典教师培训班。哪个要我们办的？国家主席要我们办的。哪个要我们办的？哪个要我们来学习啊？温家宝总理要我们来学习，是吧？国家，你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国的文化怎么发展？国家做了“十一五”发展纲要，马上“12五”纲要出来了。在这里面，你看，小学要开书法课、绘画课、传统工艺课。在语文课中要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门学科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各门学科，大学要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你看，都是国家最高的文件。你再看看教育部文件，现在我们很多教育学校都不知道，教育部下的文了。过去他讲教育部没文件，我们费很大的劲了，做教育部工作了，我们讲教育部，原来我们推广经典教育啊，最大的阻力就是教育部，他就没下文。晚上呢就不睡觉，王就跌倒了，不懂礼呀，是吧？浮躁、功利、缺德。你看浮躁啊，现在都浮躁，所以现在是主要3大问题：没信仰、信仰危机、浮躁、功利，一切是钱，一切是利。怎么用什么来改造功利主义啊？战胜功利主义，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传统文化。只要把《论语》读完，把《道德经》读完，他就不会把钱看到第一位，是吧？你看大学里面讲，如以国家把利放在第一位，这个国家就没了，是吧？我们圣贤都是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说不要利，就放在轻利，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国家是这个未来放在第一位。现在他有没有责任感，不负责任的，一切为了自己，是吧？
所以第5呢，我讲是从提升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在我们人文素养很低了，只重视科学，重视数理化，学校就是一个东西，分数。分数害死人啊！分数害死一个民族，害死一个国家。你看他一切为了分数，他没有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国家确定的方针来落实。你看我们所有圣贤都是讲，首先是讲道德，是吧？讲道德放在第一，《道德经》实践呢，我们老子叫做德道经，德经放在前面。孔子为政以德，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是吧？你看荀子、墨子都是主张道德。现在我们重智育、轻德育，重科学、轻人文，加轻人文。所以我来讲啊，科学和人文两个东西，就好像一个人的2条腿。如果科学这条腿又大又长，也是个残废；如果人文这个腿又大又长，也是一个残废。所以我们古代呀，我们历史犯了很多错误，要么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要么重视人文，不是科学，你看都出问题，都影响国家人文发展。现在很多人就怪我们为什么清朝以来呀，为什么落后，就是传统文化害的。他就不懂啊。清朝开始，这个康熙、乾隆，全世界第一，经济产量总值，发展速度第一，怎么是传统文化呢？是吧？是后面只重视搞跌了，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过去就我们重视人文，忽视科技，都影响发展，所以第6呢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发展先进文化，我就讲发展先进文化，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怎么发展先进文化呢？先进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啊？先进文化是上面的树的枝叶，传统文化是大树的根，根都腐朽了，根都挖断了，还有上面还长叶吗？是吧？所以我就提出3句话：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主体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怎么来的？没有传统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吗？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宣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没有传统文化，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连中国文化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很多些领导人不懂，很多有些校长也不懂，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好，第7呢，我讲加强品德教育的课程，中小学生品德教育，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主要是缺乏抱负，没有志向，任性自私，自我中心。你看现在一些学生不讲礼貌，不孝父母，不爱劳动，怕苦怕累，缺乏意志，心理脆弱。你看心理脆弱，现在中学生的心理障碍的15%多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25.6%，全国的抑郁症的超过2700万，一个法国人，去年自杀的人超过30万，要不要还不抓道德教育？用什么来挽救？信什么？要信圣贤，要读圣贤书，是吧？我们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天天和伟人在一起，不变成伟人也难。我把它改了，这句话大家把它记回去啊，要去到处宣传。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不变成圣贤也难。
记住吗？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所有干部，所有的人，天天和圣贤在一起，天天读圣贤书，他不变成圣贤也难。还有各种不良现象吗？没有啊。圣贤是什么境界？什么高度啊？啊，最后一点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我们国家提出要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最基本的要做到4个和谐：人和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人的身心和谐。人怎么做到身心和谐啊？你看这么多抑郁症，这么多精神病，这么多自杀的，他为什么？他没有读圣贤书啊，身心不和谐，身体很好，心理有问题啊。心理的问题是产生身体疾病的根源基础，所以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啊？读圣贤的书，读经典书，经典圣贤把怎么做人、做事、做官讲得清清楚楚。你还有心理问题吗？没有。所以你看，8大意义，你只讲2大意义，讲3大意义，一讲完3分钟，把大家都说通了，人人跟着我们搞经典，好不好？好。好，经典上过我们最后讲一个内容啊，经典教育的目标，啊，经典教育的目标，我就提出了5进了，我们大家任务很拮据了。提出5进，经典要进学校，经典要进机关，经典要进企业，企业都要读经典，经典进社区，现在我们都在社区推广经典进农村了。今年暑假我们现在我在指导一个大学生志愿者，今年我们在100个农村，100个村，有几百大学生到100个村去推广经典教育。啊，我们现在我办了很多农村经典学校，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8号就去看看农村的小学，经典小学，你看他们读了效果完全变了，是吧？好，经典教育的任务我提出了5大任务啊，要研究整理传统文化经典，学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宣传推广传统文化经典，培训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我们得有任务的，这是我在全国啊，我率先总结这个5大任务、5大目标，是吧？5大任务啊，你要研究、要学习、要宣传、要培训、要弘扬，记住前面10个字就可以了，是吧？要研究、学习、宣传、培训、弘扬，5大任务，记住没有？好，最后啊，就是8大好处。这个啊，我们把8大好处、8大意义一讲啊，是吧？讲3条，大家都接受。所以我们到全国各地去，我家长一讲，半个小时、1个小时，80%的家长就支持我们搞经典教育，是吧？第一个，提高识字能力。读经典的好处，第一，提高识字能力。现在小学，我们大陆小学6年，教育部规定认多少个字呢？2450个字。古代的书院认多少字呢？1年认多少字呢？古代的蒙学啊，1年认多少个字？5到6千个字。哪个教学效果好？哪个教学好？1年认5到6千个字，你6年再认不到3000个字，所以浪费生命的教育啦，低效率的教育啦。我们刘校长啊，好好总结总结啦，是吧？6年还只教了2、3千个字，古代
所以我就想，过去我一直在研究，就是我爷爷受了我的一个堂爷爷的批评嘛，所以我就下决心要研究这个事。过去我当师范校长，做事做对的也做不起，也就批评我，你这个假大学生、假研究生，啊，读了那么多书，当不得我读3年老书，3年老书做事做对，书法写得非常棒。你看现在难怪哦，我们是6年在认不到3000个字，古代你只要认得4500个以上，5000、6000个字，没有读不通的书了。所有书能够读，《易经》什么书、上书都能够读懂。因为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就不认得字。我第一次读《易经》，我算了，我278个字我没记过。你看，知道不认得怎么读得懂啊？第二个，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你看读经典，今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交流的。读经典，你看普通话，你现在我们农村，我们也去看的。过去我们派的，我带的5个老师去，学生讲话我们老师听不懂，我们老师讲普通话，农村小朋友听不懂。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学生，你去我们8号去的时候，你看学生普通话读得多好，书法写得多好，都挂在走廊上。学生都书法都表出来了，作为书法作品挂出来了。小学生国画都画国画，你看国画画得多，你看这个传统文化经典的好处，是吧？口头表达能力，许家路、余秋雨，你问他们了，我都问他们，我说你哪里有这么表达能力？我都是从小读经典训练出来的。你看许家路讲2个3天不要带1个字，出口成章，没有一个废的字。你看，都充满哲理，看演讲能力。现在我们一些大学生，我们一个博士生讲话，1个小时大概有360多个，然后，我们一个年轻人讲课，青年老师讲课，这个1节课500-600个这个，所以学生把他取名，不叫张老师了，叫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来了，是吧？你看这些表达能力，提高写作能力，你看写作能力，50，知道吗？我们安徽人呐，留美7年了，几岁读经典？4岁开始读经典，从小饱读《三字经》《百家姓》《律诗》《六朝》《孝经》《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12岁成为少年诗人，12岁成为少年诗人，你看，你们有吗？怎么写作能力好不好？郭沫若5岁读经书，5岁，在他的老师和母亲教育下，你看，开始读经书，从小打下结实基础，又是诗人、文学家、考古学家、甲骨文学家、剧作家、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书法家。郭沫若的书法不得了，5岁读经书，看到吗？第4，我想提高其他学科成绩。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几岁呀？你看看，从小放牛就开始读书，你看，他在牛背上都背切家诗，唐诗300首。从小读，13岁就读《左传》，成绩非常拔尖，非常拔尖。杨振宁5岁读，成绩非常拔尖。我们长沙有一个东风路小学的5年级学生，他的爸爸叫沈伯春，是我们的好朋友，5岁读的，读到
算了，只要搞传统文化的就是新儒家。我应该是说这些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佛家呢，我们提的少，我想以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提，去研究。佛家有它可贵的东西，而且我们常常说佛家它是中国化来的，它不是印度那个佛家了，所以我说应当我们讲是这三家。我今天也许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牵涉到别的家，对别的家也许有不恭敬的地方，那大家要提醒我。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呢，实质上我们是诚惶诚恐的，这个是价值无比的那个瑰宝。台湾的朋友们，你们是能不能看到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啊？不知道看得到吗？我们在这里常看得到，就是在中央2台有一个鉴宝的那么一个节目栏目，就拿了几个那个破碗，是吧？几个瓦罐，那么一些东西就是宝，要在这拍卖。是值多少钱？那个东西呢是说小心谨慎、小心翼翼的保护的啊。所以一讲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那是无法比拟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心我想也出一个恭敬心，和大家来交流我对于这个《道德经》的学习、理解以及具体的有些东西的做法，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个好的交流。我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道德经》的概说，这个部分长一点。刘院长讲课可能是叫做什么经典概说吧。因为大家对道家觉得一个就是有点忽略，再一个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有字天书，看也看不懂，一看就打瞌睡，一看就麻脑壳，所以就不想看。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想比较详细的说一说。第2部分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字词句，它的理解和注意的事项。第3部分是关于我们在以后教学的时候提点参考意见。第1部分，老子及老子介绍。第一，老子其人。首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读音的问题。我写了拼音，拼音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有点麻烦。你们学的是注音，这个注音我也学过的。拼音是1958年以后才有的，那我已经读初中了。我以前也是学的注音，我没有写汉字呢。我只是说他读。对于这个人这部书，我们要读老子，这样读，这是按照国语北京话的要求是这样读的，不能读一个轻声。这个轻声是普通话国语里面的一个特点，南方人一般没有，台湾是比较好的有，因为蒋老先生在位的时候是极力推行这个国语的。这个轻声轻轻的一读，那么就说老子，是这样读。湖南话说是哑老子，娘老子。所以你要是说读一个老字，那么这个你读错了。老子是说这个人，也说是这一部书。
学国学学这个《道德经》，第一次开口不要错。年轻朋友不注意，有同学有人跟我谈话，他说他学了这个，他很喜欢国学，特别喜欢孔夫子的《论语》。孔夫子的《论语》，这个就不好听了，不好意思说他，就是说那个字应该读《论语》，还不读《论语》的，所以这是很容易错。老子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春秋末期人，他的生卒年份是无法考察，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史记》里面写的东西也不多，下面是《史记》的一段话，念一下。老子者，楚苦力县曲人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丹，周守藏室之吏也。有些资料上写的是周守藏室之史也，没问题，都一样。但是吏和史的区别在于，吏是个官，史啊就是个工作人员。希望他还是当官的好啊，一个工作人员，一般的公务员，他就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官，官令尹喜曰：“子将尹乙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呢就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5000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样一读呢，也许基本上懂了，不懂没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从中间这一段很简短的话里边，我们来推断一下，老子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一部书。一个词语解释就是守藏室。守藏室古代的功能是比较宽，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多功能的一种综合性的机构。这个吏呢，就是个总管，也就是说一个馆长。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老子第一点就是他一定出身是一个官宦世家。第二个，他的地位很重要，是守藏室之吏。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迁家里2代人是史官，做太史，是吧？班固、班彪他们兄弟姊妹也是相继做了一个史官。古代的史官很重要，那史官的一个脾气也还蛮硬啊。但是文化我们都知道，孔夫子开始才把文化这一个火种从天上引到了民间。那在此之前，这个文化就是那个王室，就是那个诸侯或者大夫他们自己家里叫做家学渊源，老百姓他就不传给你啊。所以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打仗，他没有兵法，他就只是一本《三国演义》，这就是他最好的兵书了。老百姓接触不到文化，他没有文化，他就不可能做这一个守藏室一个官员，更不能做守藏室之吏，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知道下边它是中国上古以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守护神。他在那里呢，看到的都是有历史以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东西，也接触到当时那种政治，周王朝是怎么统治的，诸侯们是怎么做的，接触着很多。在这种基础上，他就思考了，他就把它继承下来，然后他就写这个书了。他为了说明他这个书不是瞎胡编的，他那个书里边仔细去数，有26处写上古圣人提的26次，证明不是我自己捏造的。他总结这个兴衰存亡那种铁血的教训，然后再提炼、再升华，才出了这一部不朽的著作。这是我们这样分析得来的。第二，应当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哲学家。今天不是什么 MBA 是什么什么管理学的吗？从美国去引进吗？其实中国的管理学啊，最早的这个管理学的这个教授就应当是李丹。他这本书学了以后，你就会去搞管理学呀，你就会搞管理呀，只是看你想不想，动不动脑筋想一想，啊，你有收获了，就按照这个去管理啊。历朝历代怎么评价他，都是老子一书，你得其一术，你只要能够中间你钻研透了一点，你就可以南面为王。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是做王做皇帝，你那个大公司那个大企业，你做董事长，你不是南面为王吗？应该说他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人之一，是最早的一个。另外之一呢，应当说是孔夫子了，那是比老子呢要缓一点。这部书后人很怀疑，说他那个时候写不出这样的著作来，啊，怎么这么前瞻呢？这也可以算是个谜吧。埃及的那个金字塔不是说它一条线一条角，又是那个数学又相当于什么天文数啊，什么地球到太阳的那样一个距离啊，等等等等，这么说也是解释不清。但是你能够说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吗？不是埃及那块地方上的那个古老的那些个先贤先哲们做的吗？人家说这个书写的太好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是老子写的，那个年代这个老子写不出来。那么那首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啊，恐怕李白也是想不出来的。只有我们说李白写不出这句诗的人，这个人才可能写得出来的。你怎么说这个话嘛？那老子凭什么有这种殊荣呢？为什么我们是说老子应该这么评价他呢？就凭下边那个，他做的事，做什么事啊？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言道德之言5000余言。也就是说，老子取得这个地位，他的崇高伟大，就是这个5000余言，不要多的，啊，
有的5000语言就够了。我们文学家们说写诗歌一辈子几千首，有的一首从唐代流传到今天就是伟大。不在乎多。那过去人家所说的拿破仑的国脚，又长又臭的东西啊，那文字再多，你也不能扬名，也不值钱的。那么修道德这个怎么说呢？我这里就不解释，下文会解释。第三，我们看一下老子这个人啊，他的人品怎么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菩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就是说，反正也普度众生了，他的心胸的开阔，他是悲天悯人，他的挚爱无边，他是心系天下，他自己又是一个尊道重德的一个模范的力行者。怎么说这个话呢？我们规律啊，合起来道是什么？下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道是宇宙万物形而上的本体和绝对规律的与法则。所有的规律都是道，所有的事物都是道，两句话。第二个解答的问题是德。德是什么？德，按照古汉语的解释，德就是得到。你得到东西了，谁给了你东西，那么那个人就有道德。那这里的德是什么？这里的德就是每一位在座的老师，在讲大学啊。你心不静呀，做不成任何事情。要以静来制动。第三点，我认为，你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你必须懂得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违背规律肯定要失败的。搞经典教育，违背规律也是失败的。你基本理论没掌握，也是要失败的。你看，做到半年就垮掉了，1年垮掉了。而我们做的越来越发达，3个一下变成3000人，是吧？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讲啊。这个呢，今后有时间我们大家系统的可以，这一次专门学大学，下一次专门学《论语》。你如果听了5部经典，就不要老师讲了，你所有经典你都能够去专业讲解了，所以就是基础。好吧，我呢就是这么的来教学生，啊，都要联系实际的。你不联系，我都是历代的案例、现代的案例、国内外的案例，你没联系实际，你讲啊，学生听不懂，是吧？学生没效果，并且讲了要学生做，必须做，要检查，啊，我看我们经典教育啊，只要用心，没有做不好的事。实际经典都是圣贤的人生体悟，你们大家都在做，只是你大家没有很好的总结体悟。所以经典一点不难，很简单，
很好学，很好读，读了非常有用。我就今天上午给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各位。名古不化，经典什么都好，经典有很多好的，但是它也有了，不合时宜或者是过时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一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去讲解的问题啊。比如说，就这个《三字经》，《三字经》它在谈这个学习它的目标和意义的时候，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结尾倒数它有几句话：上至君，下则民，是吧？扬名声，写父母，光于前，裕于后。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呢，他的这一种引导，我们怎么去加以时代的这一种阐述？上至君，我们现在没有君，对不对？你不能够死板的讲，上至君要忠于什么胡锦涛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就要去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君要做适当的引申，君在古代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国家。同样的，在现代的时候，那我们上至君的意思，也就是要干嘛？报效国家，对不对？报效国家，而不是那种愚忠。下至民，有个上有个下，其实这本来就应该我们去，本来我们这上下出现以后，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注意怎么去把握的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什么下不下的问题，我们自己也都是老百姓，对不对？所以怎么教他们怎么样去平等的看待，形成这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写父母扬名声这都是一些小我局限在个人的这一个范围圈子之内，怎么让他们跳出这个圈子？可以一些经典的故事对不对？一些小朋友之间的一些什么小游戏然后一些小交流然后让他们相互之间去看一看别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我和别人想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通过这些各个方面的引导，然后呢，把一些过时的或者是一些艺术的瑕疵，把它呢做出新的阐述和理解那么呢，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就是说，单纯的去为了背诵背诵，为了记忆记忆，为了教经典教经典，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种经典教育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后一代，在这个道德、行为各个方面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谢谢大家。这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凡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
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益阳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知道。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呐，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第2，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一些模式。第1，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吧，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
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吗？下午又有2节课上课吗？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寄宿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闭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闭礼就是话语，晨统话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这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于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没有。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1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
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搞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搞简单的，都是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一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六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两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两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啊，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啊，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啊，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哎，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再学。
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加1等于2，1加2加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啊，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了，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啊，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还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啊，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益阳的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说。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了，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学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
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好。 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第二，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嘛，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嘛，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1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协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礼就是教化，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就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于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
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一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搞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搞简单的，都是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他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2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沙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
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一，这个成绩倒数第一。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一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一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1等于2，1+2+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我就首先3年就是读经典，打好基础，4年级的学数学一下就懂了。那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是吧？它就是6年级那个应用题，算术应用题比较难，其余的是很简单，4则运算，是吧？3年时间完全学好。他有这么多智慧了，这种智力都开发的这么好了，他学数学多快啊，是吧？所以我为什么提出来一个7到8节课是这个意思，有针对性的啊，你不要国家课程都不学了，那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现在全国2种模式，一种是我这种模式，国家规定的课程全部开，做适当调整。适当调整是什么？有一些课时适当减少，比如说体育课每周开3节，我只开2节，我实际还是开了3节，因为我这一节是武术课了，武术课怎么不是体育呢？这是最好的体育了，是吧？2节音乐课，我开1节教那些唱那些儿童歌曲的，还有1节教古琴，欣赏音乐，还是音乐啊，我没有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是吧？但是我培养出来的水平，我比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啊，质量要好到几倍啊，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好好的。所以我这种模式呢，家长欢迎，你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怎么行啊？没有文凭，一切事情不能做。不是我们中国讲文凭，全世界讲文凭。你没有文凭，它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是吧？你不能脱离社会，你到星球上去，你去开发一个星球不要文凭的星球，那你就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只读经典不学数理化，不学科学，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是吧？读经典不学科学，我讲了，人文和科学必须是2条腿，同时走路，同时一样大，一样长，差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是文理皆优。你看我的培养目标啊，文理皆优，德才兼备，文理都要都是优秀，文理皆优。
是吧？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国家教育的课程加，我现在加4大特点，这是我的学校就是4大特点，5大经典教育，5大经典教育，8大能力培养，10大行为习惯训练，10大高尚人格塑造。我就是用这4个东西改变中国的教育，文化功底差，品德道德差，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解决那个什么问题啊？能力问题。现在有学历没能力，是吧？就3个问题，文化功底差，学生能力差，道德品质差。我解决3差嘛，3差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我就是5大经典保证文化功底，8大能力保证能力差的问题，10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10大高尚人格塑造，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这中国的教育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你看我的办学目标3句话：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我的口气很大的啊。创新中国基础教育。第3句话：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好不好？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哎，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赠送给所有大家，啊。都可以赠送给我们每位老师，你带回去。你看我的教学理念，我的办学思想，我的办学宗旨，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这是我研究40年制教育的心血，是吧？把中国的教育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教育工作者，包括每个家长。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10年树木，100年树人，教育为本。教育是我们国家兴亡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才为本嘛，人才教育嘛，怎么有人才？靠教育。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100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我们中央说的，国家写进文件的，100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中国大陆国家只抓3个重点，3大重点，哪3大重点你们知道吗？第1，科技；第2，能源；第3，教育。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几百几千项工作，中央重点抓3项工作，国务院重点抓3项，是吧？你没解决科技问题，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的，是吧？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的，没人才。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谢谢啊，谢谢。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厌烦，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厌烦进来？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四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哎，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哎，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哎，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哎，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哎，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是吧？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他想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哎，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们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准备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哎，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哎，一般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叫学了，啊，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哎呀，我讲这些人啊，都一点不懂教育啊，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2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2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第2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这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就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啊，他讲刘院长啊，《论语》啊，《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他讲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哎，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
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啊，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大概数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一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四书要读完，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哪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那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这里。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四书第一步，四书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版、第2版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
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一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一给予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学生很好的。第4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点，1点2点的点，曾点也是孔子的弟子。
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厌烦，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厌烦进来？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四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哎，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哎，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背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背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哎，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哎，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哎，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都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他讲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人，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哎，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们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卷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哎，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哎，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想学了，啊，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哎呀，我讲这些人啊，都一点不懂教育啊，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就是。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
它只是过时，我是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啊，他讲刘院长啊，《论语》啊，《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他说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啊，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都错，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啊，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的，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1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4书5经呢，要读完，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哪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那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的。最后的呢，
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世俗第一步，世俗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00、第200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1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便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要大家也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
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叠两叠的叠，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才怀上曾子，就曾蝶来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好，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首先，我相信呢，《弟子规》这本书大家并不会太陌生，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统筹的介绍一下《弟子规》这本书。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字子浅，号采三，生于康熙年间。他大概呢，毕生呢，生活了60年。李夫子终其一生获得的最高学位，就是秀才。此后呢，就没有高中过了。所以举人进士他没有考入，所以呢也并不是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那么在当时，大家知道一个秀才能做什么吗？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那么这位李秀才，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是因为呢，他用尽毕生的一些精力和经验去研究《大学》和《中庸》里面的文学。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恰恰就学有所成。那么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典型。在科举的路上，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在研究《大学》和《中庸》的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叫做敦富斋，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久而久之呢，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后来，这位李夫子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当时取名为《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这个呢，也就是《弟子规》的前身。再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本呢改名为《弟子规》。从此之后，这本书便在一些私塾里面开始广为流传。
那么弟子呢，也就是指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那么扩大了讲，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传颂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弟子。那么规也就是规矩、规范。《弟子规》呢，也就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事的规范。那么，《弟子规》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弟子规》这本书呢，是根据《论语·学而》第1篇的一句话，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然后呢，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来阐述。《论语》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弟子规》呢，非常的浅近易懂，而且呢都是3句成韵，也非常的顺口。全篇呢一共是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全篇分为8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8个部分。并且在这个8个部分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么总共呢，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113件事。这113件事情当中呢，就是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人待物、求学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下面我们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呢，《弟子规》它是一本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第二呢，它呢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口，讲了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我觉得在我们的当时在我们幼儿园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而且呢，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家长非常满意，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第三呢，它呢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我觉得呢，从小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呢，它是以孝悌教育为关键节点的。我们《弟子规》全篇第1章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能人为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那《弟子规》的影响和意义呢，也非常的深远。在清代后期，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儿童读物和同盟读物。当时呢，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的影响，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行为标准。那么，他所倡行的孝悌、谨慎、诚信、爱众、笃学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还有现在对于我们，包括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呢，这部书呢也有一个对它的称誉，叫做"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
这是对《弟子规》的一个总体评价。那《弟子规》虽然它的内容非常的浅显，但是呢，它也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首先呢，我觉得《弟子规》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就是传承文化。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呢，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并且呢，关注人性的健康成长、人生心理健康之情感，要学会懂得爱，包括爱父母、爱家人、爱身边的一切事物。第三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为学进坚、人生成长之道，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弟子规》教我们首先要懂得孝悌，懂得谨信，懂得仁爱，然后呢，学会与人交往。以上这些我们有所修养，或者说去懂得以后，然后你有什么余力才学文。所以就是说，其实包括现在可能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慢慢去走的一条比较好的路线。第四一个，它呢为我们规定了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为构建和谐、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提供了依据。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步，天下第一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也是力图呢借古人的智慧，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培养一个礼仪道德之风，营造人的心的纯净、社会安定的温馨世界。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那个读错的一些字音，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一起来温故一下。冬则温，夏则庆，这个是我们第一章入职校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个庆字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少了一点水这是2点水。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教授的时候，容易跟那个清字混淆，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庆就是凉爽的意思。冬则温，夏则庆，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夏天呢要使它清凉。言语忍，忿自泯，这个泯就是要消灭、丧失的意思。这是第2章出则悌里面的一句话：晨必冠，兼漱口。冠，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要洗脸、洗手洗漱的意思。大家一起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下来没关系便尿回，那么这个尿呢，它是一个多音字也读溺，溺爱的溺，同时呢，它也同那个尿，就是我们经常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便后要洗手，折尽手，也就是立即就要去便尿回，折尽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治污秽也是讲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衣服不要乱扔乱堆，这样呢容易导致衣服的脏乱，治污秽。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还有一些语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句话要比较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读上去比较不知道是大概说的什么意思啊。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其实呢，它表达的就是4个动作，4个平时我们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应该注意的动作。勿见欲，欲指的是那个门框，因为古时候那个门的前面都是有一个台阶的啊，我们不应该去踩它。包括现在我们去一些包括故宫啊，包括古老的建筑啊，还有那个佛堂里面那个门，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不礼貌的做法。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就应该是跨过去啊，不要去踩门槛。勿见欲，勿跛矣。跛矣就是跛，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歪的。跛矣也是站不正的意思，倾斜的意思。也就是有点靠着呀。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说怎么站没站上，就是指这个一个情况，一个姿势。勿积聚，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他们古人是用那个簸箕，那个簸箕是一个长口嘛，它只是用这个簸箕来形容人的坐姿，不应该是两腿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因为这样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所以勿积聚。那么勿摇臂，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用3个字形容就是吧？二郎腿，对，勿摇臂，也就是不要摇晃我们的这个大腿啊，是二郎腿，不要量二郎腿。这样呢，在这个生人面前也是不太好看的，不太礼貌的。也就是这句话啊，勿见欲，勿跛矣，勿积聚，勿摇臂。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4个动作了哈，以后在生活当中啊，能避免就避免。勿佞巧，也是我们后面章节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佞字呢，也就是巧言谄媚的意思。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弟子规》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见人善，即思齐；纵去源，以见机”。那么这个机，因为它是用的这个足字旁的机，所以呢，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有一些差别。这句话呢，主要是讲看到别人行善，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那么后面纵去源，以见机，也是告诉我们，即便我跟这个人有一定的差距，也应该，就是说，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去赶上他，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让自己有所提高，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一句话叫做“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那么这个“訾”长得有点像誓言的“誓”。这个是幼儿园小朋友动作没特别规范。下面是我们那个益阳的小学，根据我们刘院长创作那个中华经典，
编的一个课间操。快进一下。看一段啊，那他们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然后自行编成课间操，啊，这个其实几年前的一个课间操了。啊，那第4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结合一些经典的诵读内容，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啊。给大家看几个。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啊，是大家熟悉之后啊，来温习的时候运用的一些方法。这个是闯关游戏。这当时拍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可能不太清楚啊，换一个。有个男老师，就是那个老鹰。这个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或者是，对，这个老鹰就会抓那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一些诵读方法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诵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我们教授经典诵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教育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固执、霸道的倾向，尤其呢，
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我们诵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立马能够得到提升，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应该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划分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的接受国学熏陶，全方位的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诵读时间。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2到3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让学生与圣贤对话，利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圣贤画像等这样的做一些布置，可以起到宣传、对话、熏陶的作用。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这是一角，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了孔庙学习。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的一些经典的元素。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然后再穿上，就是这个是老师画的，这个丞相服，这个是淑女服，这个是这个秀才服，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是的，是格格服。这个是我们诵读一角就是班上学习三字经，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这里是我们大班孩子环境创设的一角，它是用一些简化窗花，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作画创作，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面。就环境当中，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因为在幼儿园的话，环境创设这一块还是挺重要的。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小学的话，一般就是创设读书角把它布置的丰富一点。那第4一个呢，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规定。那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就学得再好，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的再怎样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如果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入厕、洗手、吃饭，还有上课，但是一回家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他，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氛围，这样呢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第5个就是展示诵读成果，我们通过就是说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教授让孩子学习，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更多的呢，孩子的天性他是喜欢展示的，
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这样呢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让家长也能了解到孩子到底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首先呢是一些静态的，比方说书法，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还有朗读、表演、比赛等等。那么活动展示有非常多，有社会活动，有演出，有夏令营，还有书香家庭、中原小擂台的评比。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胆量，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锻炼自己。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出去，可以在小区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位这样的老人，或者是你觉得愿意去为他带去笑容的人，在他面前诵读经典，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呢，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就是跟路人，然后就是说我是小记者，这是小记者活动我们的一个这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然后呢，你给他表演以后，然后让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大人为你写一句话，打个评语，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特别优秀的，评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这是一个社会活动。那平时呢也会利用，比方说劳动节，或者是这个母亲节，做一些孝主题，还有情，就是景那一章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要懂得行为礼仪规范吗？就用这些经典内容结合节日一起举办一些主题活动，那么每年的像6·1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是我们的重头戏，这个每个班都会老师都会就是集中精力，包括这个体育我们叫武术老师，还有舞蹈老师会编排一台非常精美的一个节目跟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当地的那个领导还有家长一起来分享孩子们的一些成长进步，也是为他们这个学前教育做一个总结留念。好，那下面我们就集中一个时间呢，给大家讲授这个2首歌曲《西府暖暖呼啦啦》还有《礼运大同》。好，那大家也做辛苦啦，大家来活动一下。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分解讲一下这个动作。呼啦啦。呼啦啦。是为大。
常核心的理念能够带回去，传播给更多的人。好，我们跟音乐再来一次，6、7，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神仙娱乐，将心守目，无人不独其亲，不独自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文王武杜，非其者，皆有所。是不谋利而不行，刀剑两贼而不纵，万夫而不兵，是为大谋。好，谢谢大家。那今天非常开心的跟大家做这些分享，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下课之前呢，给大家说2个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利用10分钟的时间，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到7楼去照相。我们下一节课是4点钟开始上课。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湘江风光带，夜游湘江风光带，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7点20，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屏吗？就是同州楼前面那个屏那里集合。我们7点半准时发车。好不好？7点半准时发车。那如果江河永不息，心意道有壮。淡色的秋花风，见证沧海桑田，纵横大万里，山下。中华民族的血脉绵延到永远，中华智慧血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好，各位老师，我们课程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啊，是刘孝庭院长在2000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叫《中华经典》。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领略一下，在12年以前，
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为了推广经典教育，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答案。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唱，好吗？好。宗教领袖都来听国学了。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的佛教界的、宗教界的、佛教界领袖，你看都是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藏传佛教的主持方丈、托尔巴是什么？佛教里面的博士，都在中央学习，然后学完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学半个月。每一个班请我给他们讲课，马上又一个班来了，昨天通知我了，要我准备好课啊，刘院长要你继续给他们讲课，啊，现在西藏跟四川几个大寺庙的方丈主持啊，请我们去讲，他要请我去给他讲《论语》。要把《论语》一章一章的讲，一句一句的讲。他要我一去，他一次要讲半个月，并且有一个寺庙啊，现在准备又办一个国学的，也办个国学院，还办一个孤儿学校，啊，到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通知各位有兴趣的大家，我们都去西藏一个很大很好的寺庙去学习，帮助他办特殊学校，好不好？好，谢谢。你看家长啊，全国的家长很多啊，特别我们这一次来了几位优秀的家长，都来学国学，啊，自己带头学国学。全球华人，你看中小学生来读经典。第一届，我香港温主席，台湾、马来西亚，啊，一些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志，策划组织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一届大会在香港，第二届大会，北京八达岭长城，看到吧？八达岭长城后面是长城。扎这一个台子啊，要站1-2千人啊！你看，扎这个台子就花了15万，啊，后面做背景，全球华人来读经典，并且我们在05年全球大会上，在八达岭长城发表了中华文化宣言，号召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三届在台湾，我们台湾同胞在孙中山纪念馆门口，看了吧？这是台湾同胞发起倡议，要求在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全球华人读经日，对我们台湾同胞发起，我们全球华人响应。今年9月28，大家记住了，9月28。这一天，我们发起全球华人，我们各位老师在各地同时举行，到时候我们统一时间，好吧？来读经典，最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典，好吧？这个方案我们正在制定，好吧？第4届在深圳，你看，第5届去年在我们湖南。湖南后面是哪里啦？我们温主席很多同志参加的啊。岳麓书院门口，你看，岳麓书院门口，我们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4大家领导全部出席我们的大会。你看这些小朋友啊，读得非常好，是吧？读得非常好。我们这里也好几位。我们张雅琴同志，天津的张老师、张元璋，多次来参加我们啊，我们台湾同胞好多人多次参加，是吧？我们在座的很多
参加我们的历届的大会。今年第6届，第6届我们分了两个，第一个是论坛，经典教育论坛，10年经典教育论坛在香港已经开完了，3月3号，我们温主席2位温主席承办，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荷兰的李老师，李丽娜老师也去参加了，是吧？我们很多同志去香港参加了这个。第6届全球诵读大会，我们现在正在筹办，筹办好以后，马上就会通知大家。希望我们大家来参加第6届诵读大会，现在我们正在筹办，这个地方呢，可能放到西北，现在今年有5个地方要争取办第6届诵读大会。这个通过诵读把学生促进学生读经典，促进老师来做好经典教育，来交流经典教育的经验，很有好处。还有得到政府更加重视我们经典教育，通过这样的活动你看中央电视台绝没有讲国学的了，讲经典的了，是吧？好，第3向大家介绍全国教育系统掀起经典诵读日。教育系统经典教育日98年刚开始，大家知道98年刚开始，只是在家庭读，在小范围读，我们叫后面就进入民办学校读，现在发展到公办学校，是吧？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公办学校的，从民办学校到公办学校。我们湖南长沙，我最早的实验小学是八一路小学。今天我们八一路小学冯校长也来了，冯校长来了，他们截止10年。益阳，我们8号要去益阳经典学校去参观，去看一看。益阳那个学校已经做了10年了，11年了，是吧？10年了，我八一路小学一起，是吧？所以现在公办学校都在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现在推广从幼儿园，我们好多这一次来了很多幼儿园长，是吧？包括我们贵州的赵园长，是吧？赵立斌园长，来了很多赵园长在后面，我们这个张亚勤园长，来了很多园长。你看从小学、幼儿园到大学，我们湖南大学的这一次来了，是吧？我们湖南幼儿师范这个高等学校的老师都来了，是吧？你看，从学生到老师，开始只是学生读，现在老师读。现在我们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湘大大学，现在从学生到老师都开始读，是吧？所以这是第3点向大家介绍。形势，大家了解这个形势是吧？第2，向大家介绍一下政策，国家有哪些政策，我们要树立哪些理念，哪些思想，是吧？哪些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2讲向大家介绍的第2个大的内容。你看，第1，国家领导人论传统文化，国家主席了，总书记了，军委主席了，我们国家第1号人物，你看03年就提出来，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海外建100所孔子学院，结果现在已经建成401所。现在海外申请孔子学院，向我们申请孔子学院超过1600所，超过1600所
那么景涛总书记多次讲话，后面我会介绍的，要求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所有老师要高度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提出要广泛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普及活动。听到？普及活动。后面我有专门向大家介绍。温家宝总理，你看，我们景涛总书记家里啊，国家主席吴景涛都是书香门第啊，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是4岁半开始读经书，爷爷奶奶教经书。我们张亚勤的老乡啊，贴近的老乡啊，爸爸5姊妹全部教经书，知道吗？温家宝总理的爸爸妈妈、姑姑都是教经书的。温家宝4岁半读经书，所以你看他读出个总理来了，啊，是吧？小布什家庭读出2个总统了，是吧？等一下后面我要介绍，我们要把这些要介绍给我们社会，介绍我们家长，使大家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这些教育的意义。后面我专门讲的啊。习近平现在国家副主席啊，你看他在09年中央党校给省长、省委书记做报告，他要求所有干部要读经典，全国所有干部要读经典，你看了吧？领导干部要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看到吧？所以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师、好多校长啊，我们有些领导还不知道中央的要求，因为中央不重视，国家好重视好重视，现在就是我们下面不动，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啊，中央的精神、国家精神好得不得了，就是难得贯彻落实。现在讲我们中央的好政策、好的精神啊，过不了黄河啊，过不了长江啊，我们湖南呢一下就过来了，是吧？我们湖南中风一刮进来了，我们有些地方就刮不进去，是吧？你看，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党的领导人啊，全中国政治局委员只有25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是什么？国务院副总理，原来是我的直接领导，最高领导。原来刘延东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原来他就是我们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你看，这是他给我的批示，延东部长批给我的。你看怎么评价？后面特别后面几句，举行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是学习中华文化、宣传中华、弘扬中华文化。后面4个字，创新之举。你看，国家领导人对我这个批示啊，创新之举，鼓励我，是吧？第二，向大家介绍国家文件的精神。国家文件，这些文件是什么文件啊？我们大陆，我们中国最高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在大陆共产党执政啊，各民主党派参政，8个民主党派参政，共产党执政，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历史经验，所以一个党来执政，其他的都来参与执政。这样的中国人口太多了，不能乱不得，经过历史经验总结的。那么国家的文件，17大报告，也可以说17大报告哪个做呢？
党代会的代表哪个做报告？总书记吴锦涛的讲话。弘扬中华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看了吗？第二句，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们举办17期了经典教育培训班、传统文化经典教师培训班，哪个让我们办的？国家主席让我们办的。哪个让我们办的？哪个让我们来学习？温家宝总理让我们来学习，是吧？国家，你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十一五”世纪文化发展纲要，中国的文化怎么发展？国家做了“十一五”发展纲要，马上12五纲要出来了。在这里面，你看，小学要开书法课、绘画课、传统工艺课。在语文课中要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门学科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各门学科，大学要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你看，都是国家最高的文件。你再看看教育部文件。现在我们很多教育学校都不知道，教育部下的文了。过去他讲教育部没文件，我们费很大的劲啊，做教育部工作了，啊，我们讲教育部原来我们推广经典教育最大的阻力就是教育部，啊，他就没下文。晚上呢就不睡觉，王就跌倒了，不懂礼呀，是吧？浮躁、功利、缺德。你看浮躁啊，现在都浮躁，所以现在是主要3大问题：没信仰、信仰危机、浮躁、功利，一切是钱，一切是利。怎么用什么来改造功利主义啊？战胜功利主义，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传统文化，只要把《论语》读完，把《道德经》读完，他就不会把钱看到第一位，是吧？你看大学里面讲，如果国家把利放在第一位，这个国家就没了，是吧？我们圣贤都是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说不要利。就放在轻利，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国家是这个未来放在第一位。现在他没有责任感，不负责任的，一切为了自己，是吧？所以第5呢，我讲是从提升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在我们人文素养很低只重视科学，重视数理化。学校就是一个东西，分数。分数害死人啊！分数害死一个民族，害死一个国家。你看他一切为了分数，他没有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国家确定的方针来落实。你看我们所有圣贤都是讲，首先是讲道德，是吧？讲道德放在第一。道德经实践呢，我们老子叫做德道经，德经放在前面。孔子为政以德，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是吧？你看荀子、墨子都是主张道德。现在我们重智育、轻德育，重科学、轻人文，加轻人文。所以我来讲科学和人文2个东西，就好像一个人的2条腿。如果科学这条腿又大又长，也是个残废；如果人文这个腿又大又长，也是一个残废。
所以我们古代呀，我们历史犯了很多错误，要么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要么重视人文不是科学，你看都出问题，都影响国家人文发展。现在很多人就怪我们为什么清朝以来呀，为什么落后，就是传统文化害的。他就不懂啊。清朝开始，这个康熙、乾隆，全世界第一，经济产量总值，发展速度第一，怎么是传统文化呢？是吧？是后面只重视搞跌了，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过去就我们重视人文，忽视科技，都影响发展，所以第六呢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发展先进文化，我就讲发展先进文化，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怎么发展先进文化呢？先进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啊？先进文化是上面的树的枝叶，传统文化是大树的根，根都腐朽了，根都挖断了，还有上面还长叶吗？是吧？所以我就提出3句话：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主体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怎么来的？没有传统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吗？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宣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没有传统文化，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连中国文化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很多些领导人不懂，很多一些校长也不懂，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好，第7呢，我讲加强品德教育的课程，中小学生品德教育，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主要是缺乏抱负，没有志向，任性自私，自我中心。你看现在一些学生不讲礼貌，不孝父母，不爱劳动，怕苦怕累，缺乏意志，心理脆弱。你看心理脆弱，现在中学生得心理障碍的15%多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25.6%，全国得抑郁症的超过2700万，一个法国人，去年自杀的人超过30万，要不要还不抓道德教育？用什么来挽救？信什么？要信圣贤，要读圣贤书，是吧？我们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天天和伟人在一起，不变成伟人也难”。我把它改了，这句话大家把它记回去啊，要去到处宣讲。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不变成圣贤也难，记住吗？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所有干部，所有的人，天天和圣贤在一起，天天读圣贤书，他不变成圣贤也难。还有各种不良现象吗？没有。圣贤是什么境界？什么高度啊？最后一点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我们国家提出要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最基本的要做到4个和谐：人和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人的身心和谐。人怎么做到身心和谐啊？你看这么多抑郁症，这么多精神病，这么多自杀的，他为什么？他没有读圣贤书啊，身心不和谐，身体很好，心理有问题呀。心理的问题是产生身体疾病的根源基础。所以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啊？读圣贤的书，读经典书，经典圣贤把怎么做人、做事、做官讲得清清楚楚。
你还有心理问题吗？没有。所以你看，8大意义，你只讲2大意义，讲3大意义，一讲完3分钟，把大家都说通了，人人跟着我们搞经典，好不好？好。好，经典上过我们最后讲一个内容啊。经典教育的目标。啊，经典教育的目标，我就提出了5进了。我们大家任务很拮据了，提出5进：经典要进学校，经典要进机关，经典要进企业，企业都要读经典；经典进社区，现在我们都在社区推广去；经典进农村了。今年暑假我们现在我在指导一个大学生志愿者，今年我们在100个农村，100个村，有几百大学生到100个村去推广经典教育。啊，我们现在我办了很多农村经典学校，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8号就去看过农村的小学，经典小学，你看他们读了，效果完全变了，是吧？好，经典教育的任务我提出了5大任务啊，要研究整理传统文化经典，学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宣传推广传统文化经典，培训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我们得有任务的，这是我在全国啊，我率先总结这个5大任务、5大目标，是吧？5大任务啊，你要研究、要学习、要宣传、要培训、要弘扬，记住前面10个字就可以了，是吧？要研究、学习、宣传、培训、弘扬，5大任务，记住没有？好，最后啊就是8大好处。这个啊，我们把8大好处、8大意义一讲啊，是吧？讲3条，大家都接受。所以我们到全国各地去，我家长一讲，半个小时、1个小时，80%的家长就支持我们搞经典教育，是吧？第一个，提高识字能力。读经典的好处，第一，提高识字能力。现在小学，我们大陆小学6年。教育部规定认多少个字呢？2450个字。古代的书院认多少字呢？一年认多少字呢？古代的蒙学啊，一年认多少个字？5到6千个字。哪个教学效果好？哪个教学好？一年认5到6千个字，你6年再认啊，不到3000个字，所以浪费生命的教育了。低效率的教育啦，我们刘校长啊，好好总结总结嘛，是吧？6年还只教了2、3千个字，古代的，所以我就想，过去我一直在研究，就是我爷爷受了我的一个堂爷爷的批评嘛，所以我就下决心要研究这个事。过去我当师范校长，做事做对点做不起，也就批评我。你这个假大学生、假研究生，啊，读了那么多书，当不得我读3年老书，3年老书做事做对，书法写得非常棒。你看现在，难怪哦，我们是6年在认不到3000个字，古代你只要认得4500个以上，5000、6000个字，没有读不通的书了。所有书能够读，《易经》什么书上书都能够读懂，因为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就不认得字。我第一次读《易经》，我算了，我278个字我没见过。你看，知道不认得怎么读得懂啊？第二个，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你看读经典，今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交流。读经典，你看普通话，你去看我们农村，我们也去看的。过去我们我带的5个老师去，学生讲话我们老师听不懂，我们老师讲普通话，农村小朋友听不懂。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学生，你去我们8号去的时候，你看
学生普通话读得多，书法写得多好，都挂在走廊上。学生都书法都表出来了，作为书法作品挂出来了。小学生国画都画国画，你看国画画得多，你看这个传统文化经典的好处，是吧？口头表达能力，许家路、余秋雨，你问他们了，我都问他们，我说你哪里有这么表达能力？那我都是从小读经典训练出来的。你看许家路讲2个3天不要带1个字，出口成章，没有一个废的字。你看，都充满哲理，看演讲能力。现在我们一些大学生，我向我们一个博士生讲话，1个小时大概有360多个，然后，我们一个年轻人讲课，青年老师讲课，这个1节课500-600个这个，所以学生把他取名，不叫张老师了，叫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来了，是吧？你看这些表达能力，提高写作能力，你看写作能力，50，知道吗？我们安徽人呐，留美7年了，几岁读经典？4岁开始读经典，从小饱读《三字经》《百家姓》《律诗》《六朝》《孝经》《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12岁成为少年诗人，12岁成为少年诗人，你看，你们有吗？怎么写作能力好不好？郭沫若5岁读经书，5岁，在他的老师和母亲教育下，你看，开始读经书，从小打下结实基础，又是诗人、文学家、考古学家、甲骨文学家、剧作家、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书法家。郭沫若的书法不得了，5岁读经书，看到吗？第4，我想提高其他学科成绩。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几岁呀？你看他，从小放牛就开始读书，你看，他在牛背上都背切家诗、唐诗300首，啊，从小读，13岁就读《左传》，啊，成绩非常拔尖，非常拔尖。杨振宁5岁读，成绩非常拔尖。我们长沙有一个东风路小学的5年级学生，他的爸爸叫沈伯群，是我们的好朋友，5岁读的，读到算了，只要搞传统文化的就是新儒家，我应该是说这些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佛家呢，我们提的少，我想以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提，去研究。佛家有它可贵的东西，而且我们常常说佛家它是中国化来的，它不是印度那个佛家了，所以我说应当我们讲是这3家。我今天也许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牵涉到别的家，对别的家也许有不恭敬的地方，那大家要提醒我。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呢，实质上我们是诚惶诚恐的，这个是价值无比的那个瑰宝。台湾的朋友们，你们是能不能看到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啊？不知道看得到吗？我们在这里常看得到，就是在中央2台有一个鉴宝的那么一个节目栏目，就拿了几个那个破碗，是吧？几个瓦罐，
那么一些东西就是宝，要这个拍卖是值多少钱？那个东西呢是说小心谨慎、小心翼翼的保护的啊。所以一讲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那是无法比拟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心啊。我想要出一个恭敬心，和大家来交流我对于这个《道德经》的学习、理解啊，以及具体的有些东西的做法，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个好的交流。我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道德经》的概说，这个部分长一点。刘院长讲课那是叫做什么经典概说吧？因为大家对道家觉得一个就是有点忽略，再一个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有字天书，看也看不懂，一看就打瞌睡，一看就麻脑壳，所以就不想看。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想比较详细的说一说。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字词句，它的理解和注意的事项。第3部分是关于我们在以后教学的时候提点参考意见。第一部分，老子及老子介绍。第一，老子其人。首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读音的问题。我写了拼音，拼音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有点麻烦。你们学的是注音，这个注音我也学过的。拼音是1958年以后才有的，那我已经读初中了。我以前也是学的注音，我没有写汉字呢，我只是说他读。对于这个人，这部书我们要读老子，这样读，这是按照国语北京话的要求是这样读的，不能读一个轻声。这个轻声是普通话国语里面的一个特点，南方人一般没有。台湾是比较好的有，因为蒋老先生在位的时候是极力推行这个国语的。这个轻声轻轻的一读，那么就说老子，是这样读。湖南话说是哑老子，娘老子。所以你要是说读一个老子，那么这个你读错了。老子是说这个人，也说是这一部书。学国学学这个《道德经》，第一次开口不要错。年轻朋友不注意，有同学有人跟我谈话，他说他学了这个，他很喜欢国学，特别喜欢孔夫子的《论语》。孔夫子的《论语》。这个就不好听了，不好意思说他，就是说那个字应该读《论语》，还不读《论语》的，所以这是很容易错。老子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春秋末期人，他的生卒年份是无法考察，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史记》里面写的东西也不多，下面是《史记》的一段话，念一下。老子者，处苦力县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丹，周守藏室之吏也。有些资料上写的是周守藏室之史也，没问题，都一样。
但是吏和史的区别在于，吏是个官，史啊就是个工作人员。希望他还是当官的好啊，一个工作人员，一般的公务员，他就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官，官令尹喜曰：“子将尹乙呀，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呢就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5000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样一读呢，也许基本上懂了，不懂没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从中间这一段很简短的话里边，我们来推断一下，老子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一部书。一个词语解释就是守藏室。守藏室啊，古代的功能是比较宽，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多功能的一种综合性的机构。这个吏呢，就是个总管，也就是说一个馆长。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老子第一点就是他一定出身是一个官宦世家。第二个，他的地位很重要，是守藏室之吏。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迁家里2代人是史官，做太史啊。班固、班彪，他们兄弟姊妹也是相继做了一个史官。古代的史官很重要，那史官的一个脾气也还蛮硬啊。但是文化我们都知道，孔夫子开始才把文化这一个火种从天上引到了民间。那在此之前，这个文化就是那个王室，就是那个诸侯或者大夫他们自己家里叫做家学渊源，老百姓他就不传给你啊。所以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打仗，他没有兵法，他就只是一本《三国演义》，这就是他最好的兵书了。老百姓接触不到文化，他没有文化，他就不可能做这一个守藏室一个官员，更不能做守藏室之吏。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知道下边它是中国上古以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守护神。他在那里呢，看到的都是有史有历史以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东西，也接触到当时那种政治，周王朝是怎么统治的，诸侯们是怎么做的，接触的很多。在这种基础上，他就思考了，他就把它继承下来，然后他就写这个书了。他为了说明他这个书不是瞎胡编的，他那个书里边仔细去数，有26处写上古圣人提的26次，证明不是我自己捏造的。他总结这个兴衰存亡的一种铁血的教训，然后再提炼、再升华，才出了这一部不朽的著作。
这是我们这样分析得来的。第二，应当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哲学家。今天不是什么 MB 是什么是个什么管理学的吗？从美国去引进吗？其实中国的管理学啊，最早的这个管理学的这个教授就应当是李丹。他这本书学了以后，你就会去搞管理学呀，你就会搞管理呀，只是看你想不想，动不动脑筋想一想，啊，你有收获了，就按照这个去管理啊。历朝历代怎么评价他，都是老子一书，你得其一术，你只要能够中间你钻研透了一点，你就可以南面为王。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是做王做皇帝，你那个大公司那个大企业，你做董事长，你不是南面为王吗？哎，应该说他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人之一，是最早的一个。另外之一呢，应当说是孔夫子了，那是比老子呢要缓一点。这部书后人还怀疑，说他那个时候写不出这样的著作来，啊，怎么这么前瞻呢？这也可以算是个谜吧。埃及的那个金字塔不是说它一条线一条角，又是那个数学又相当于什么天文数啊，什么地球到太阳的那样一个距离啊，等等等等，这么说也是解释不清。但是你能够说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吗？不是埃及那块地方上的那个古老的那些个先贤先哲们做的吗？哎，人家说这个书写得太好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是老子写的，那个年代这个老子写不出来。那么那时候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啊，恐怕李白也是想不出来的。只有我们说李白写不出这句诗的人，这个人才可能写得出来的。你怎么说这个话嘛？那老子凭什么有这种殊荣呢？为什么我们是说老子应该这么评价他呢？就凭下边那个，他做的事，做什么事啊？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言道德之言5000余言。也就是说，老子取的这个地位，他的崇高伟大，就是这个5000余言，不要多的，啊，有的5000余言就够了。我们文学家们说写诗歌一辈子几千首，有的一首从唐代流传到今天就是伟大，不在乎多。那过去人家所说的拿破仑的国脚，又长又臭的东西啊，那文字再多，你也不能扬名，也不值钱的。那么修道德这个怎么说呢？我这里就不解释，下文会解释。第三，我们看一下老子这个人啊，他的人品怎么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菩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就是说，反正要普度众生了，哎，他的心胸的开阔，他是悲天悯人，他的挚爱无边，他是心系天下，
他自己又是一个尊道重德的一个模范的力行者。怎么说这个话呢？我们合起来道是什么？下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道是宇宙万物形而上的本体和绝对规律的与法则。所有的规律都是道，所有的事物都是道，两句话。第二个解答的问题是德，德是什么？德，按照古汉语的解释，德就是得到。你得到东西了，谁给了你东西，那么那个人就有道德。那这里的德是什么？这里的德就是每一位在座的老师，在讲大学啊。你心不静啊，做不成任何事情。要以静来制动。第三点，我认为，你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你必须懂得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违背规律肯定要失败的。搞经典教育，违背规律也是失败的。你基本理论没有掌握，也是要失败的。你看，做了半年就垮掉了，1年垮掉了。按我们做的越来越发达，3个一下变成3000人，是吧？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讲啊。这个呢，今后有时间我们大家系统的可以，这一次专门学大学，下一次专门学《论语》啊。你如果听了5部经典，就不要老师讲了，你所有经典你都能够去专业讲解了，所以就是基础。好吧，我呢就是这么的来教学生，啊，都要联系实际的。你不联系，我都是历代的案例、现代的案例、国内外的案例，你没联系实际，你讲啊，学生听不懂，是吧？学生没效果，并且讲了要学生做，必须做，要检查，啊，我看我们经典教育啊，只要用心，没有做不好的事。实际经典都是圣贤的人生体悟，你们大家都在做，只是你大家没有很好的总结体悟。所以经典一点不难，很简单，很好学，很好读，读了非常有用。我就今天上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各位。鸣鼓不晃，经典什么都好，经典有很多好的，但是它也有了，不合时宜或者是过时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一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去讲解的问题啊。比如说，就这个《三字经》，《三字经》它在谈这个学习它的目标和意义的时候，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结尾啊，倒数啊，它有几句话：上至君，下则民，是吧？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呢，他的这一种引导，我们怎么去加以时代的这一种阐述？上至君，我们现在没有君，对不对？
你不能够死板的讲，上至军要忠于什么胡锦涛啊，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就要去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军要做适当的引申，军在古代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国家。同样的，在现代的时候，那我们上至军的意思，也就是要干嘛？报效国家，对不对？报效国家，而不是那种愚忠。下至民有个上有个下，其实这本来就应该我们去，本来我们这上下出现以后，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注意怎么去把握的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什么下不下的问题，我们自己也都是老百姓，对不对？所以怎么教他们怎么样去平等的看待，形成这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写父母扬名声这都是一些小我局限在个人的这个范围圈子之内，怎么样他们跳出这个圈子，可以一些经典的故事对不对？一些小朋友之间的一些什么小游戏然后一些小交流然后让他们相互之间去看一看别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我和别人想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通过这些各个方面的引导，然后呢，把一些过时的或者是一些艺术的瑕疵，把它呢做出新的阐述和理解那么呢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就是说单纯的去为了背诵背诵，为了记忆记忆，为了教经典教经典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种经典教育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后一代在这个道德行为各个方面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谢谢大家。这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还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一阳来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
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想。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啊，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啊，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了，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啊，这么累又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学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啊，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哎，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啊，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嘛，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嘛，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
昨天听了八音路小学的嘛，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协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话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这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呀，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1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搞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搞简单的，读书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他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
一进行这个婚礼，两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两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一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啊，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得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啊，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啊，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哎，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1等于2，1+2+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啊，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
落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啊，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凡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啊，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益阳的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说。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了，碰我他碰一下去3名媛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第2，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一些模式。第1，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
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一周只背一句经典。第二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三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吗？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吗？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四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嘛，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礼就是教化，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这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1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
有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够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一个简单的、读书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他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一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六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两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两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啊，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啊，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只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
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哎，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加1等于2，1加2加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哎，我就首先3年就是读经典，打好基础，4年级的学数学一下就懂了。那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是吧？他就是6年级那个应用题，算术应用题比较难，其余的是很简单，4则运算，是吧？3年时间完全学好。他有这么多智慧了，这种智力都开发的这么好了，他学数学多快啊，是吧？所以我为什么提出来一个7到8节课是这个意思，有针对性的啊，你不要国家课程都不学了，那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现在全国2种模式，一种是我这种模式，国家规定的课程全部开，做适当调整。适当调整是什么？有一些课是适当减少，比如体育课每周开3节，我只开2节，我10节还是开了3节，因为我这一节是武术课了，武术课怎么不是体育呢？这是最好的体育了，是吧？2节音乐课我开1节教那些唱那些儿童歌曲的，还有1节教古琴欣赏音乐，还是音乐啊，我没有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是吧？但是我培养出来的水平，我比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啊，质量要好到几倍啊，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好好的。所以我这种模式呢，家长欢迎，你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怎么行啊？没有文凭，一切事情不能做。不是我们中国讲文凭，全世界讲文凭。你没有文凭，它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是吧？你不能脱离社会，你到星球上去，你去开发一个星球不要文凭的星球，那你就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只读经典不学数理化，不学科学，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是吧？读经典不学科学，我讲了，人文和科学必须是2条腿，同时走路，同时一样大，一样长，差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是文理皆优。你看我的培养目标啊，文理皆优，德才兼备，文理都要兼，都是优秀，文理皆优，是吧？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国家教育的课程加，我现在加4大特点，这是我的学校就是4大特点，5大经典教育，5大经典教育，8大能力培养，10大行为习惯训练，10大高尚人格塑造。我就是用这4个东西改变中国的教育，文化功底差，品德道德差，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啊？能力问题。现在有学历没能力，是吧？就3个问题嘛，文化功底差，学生能力差，道德品质差。我解决3差嘛，3差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我就是5大经典保证文化功底，8大能力保证能力差的问题，10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10大高尚人格塑造，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这中国的教育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
你看我的办学目标3句话：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我的口气很大的啊。创新中国基础教育。第3句话，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好不好？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哎，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赠送给所有大家，啊，都可以赠送给我们每位老师，你带回去。你看我的教学理念，我的办学思想，我的办学宗旨，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这是我研究40年制教育的心血，是吧？把中国的教育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教育工作者，包括每个家长，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10年树木，100年树人，教育为本。教育是我们国家兴亡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才为本吗？人才教育吗？怎么有人才？靠教育。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100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我们中央说的，国家写进文件的。100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中国大陆国家只抓3个重点，3大重点。哪3大重点你们知道吗？第1，科技；第2，能源；第3，教育。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几百几千项工作，中央重点抓3项工作，国务院重点抓3个，是吧？你没解决科技问题，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的，是吧？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的，没人才。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等一下啊，等一下。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厌烦，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厌烦进来？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4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哎，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哎，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哎，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哎，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哎，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都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
就是我教学效果嘛，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的不得了，是吧？他想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们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觉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叫学了，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我讲这些人都一点不懂教育，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呢？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是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他讲刘院长论语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他说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都错，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
毛主席做到离我们这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1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四书要读吧，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哪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那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这里。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四书第一步，四书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版、第2版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1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别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他容易记，字很大个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
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发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发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点两点的点，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厌烦，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厌烦进来？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
只管我们老师，管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四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哎，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哎，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哎，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哎，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哎，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是吧？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他讲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哎，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们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卷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哎，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哎，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想学了，啊，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哎呀，我讲这些人啊，都一点不懂教育啊，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吧。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就是。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就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啊，他讲刘院长啊，《论语》啊，《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他讲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哎，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
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啊，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一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4书5经要读吧，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哪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那些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这里。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4书第一步，4书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
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版、第2版都已经一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一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一别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电脑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是有这个
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叠两叠的叠，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才怀上曾子，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好，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首先，我相信呢，《弟子规》这本书大家并不会太陌生，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统筹的介绍一下《弟子规》这本书。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字子浅，号采三，生于康熙年间。他大概呢，毕生呢，生活了60年。李夫子终其一生获得的最高学位，就是秀才。此后呢，就没有高中过了。所以举人进士他没有考入，所以呢也并不是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那么在当时，大家知道一个秀才能做什么吗？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那么这位李秀才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是因为呢，他用尽毕生的一些精力和经验去研究《大学》和《中庸》里面的文学。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恰恰就学有所成。那么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典型。在科举的路上，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在研究《大学》和《中庸》的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叫做敦富斋，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久而久之呢，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后来这位李夫子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当时取名为《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这个呢，也就是《弟子规》的前身。再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本呢改名为《弟子规》。从此之后，这本书便在一些私塾里面开始广为流传。那么弟子呢，也就是指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那么扩大了讲，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传颂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弟子。那么规也就是规矩、规范。弟子规呢，也就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事的规范。那么《弟子规》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弟子规》这本书呢，是根据《论语·学而》第1篇的一句话，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然后呢，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来阐述。《论语》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
规》呢非常的浅近易懂，而且呢都是3句成韵，也非常的顺口。全篇呢一共是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全篇分为8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8个部分。并且在这个8个部分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么总共呢，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113件事。这113件事情当中呢，就是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人待物、求学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下面我们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呢，《弟子规》它是一本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第二呢，它呢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口，讲了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在我们幼儿园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而且呢，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家长非常满意，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第三呢，它呢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我觉得呢，从小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呢，它是以孝悌教育为关键节点的。我们《弟子规》全篇第1章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能人为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那《弟子规》的影响和意义呢，也非常的深远。在清代后期，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儿童读物和同盟读物。当时呢，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的影响，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行为标准。那么，他所倡行的孝悌、谨慎、诚信、爱众、笃学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还有现在对于我们，包括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呢，这部书呢也有一个对它的称誉，叫做“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这是对《弟子规》的一个总体评价。那《弟子规》虽然它的内容非常的浅显，但是呢，它也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首先呢，我觉得《弟子规》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就是传承文化。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呢，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并且呢，关注人性的健康成长、人生心理健康之情感。要学会懂得爱，包括爱父母、爱家人、爱身边的一切事物。第三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为学进坚、人生成长之道，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弟子规》教我们首先要懂得孝悌，懂得谨信，懂得仁爱。然后呢，学会与人交往。以上这些我们有所修养，或者说去懂得以后，然后你有什么余力才学文。所以就是说，其实包括现在可能
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慢慢去走的一条比较好的路线。第四一个，它呢为我们规定了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为构建和谐、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提供了依据。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步，天下第一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也是力图呢借古人的智慧，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培养一个礼仪道德之风，营造人的心的纯净，社会安定的温馨世界。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那个读错的一些字音，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一起来温故一下。冬则温，夏则庆，这个是我们第一章入则孝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个庆字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少了1点水这是2点水。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教授的时候，容易跟那个清字混淆，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庆就是凉爽的意思，冬则温，夏则庆。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夏天呢要使它清凉。言语忍，忿自泯，这个泯就是要消灭、丧失的意思。这是第2章出则悌里面的一句话。晨必冠，兼漱口。冠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要洗脸、洗手洗漱的意思。大家一起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起来没关系便尿回，那么这个尿呢，它是一个多音字也读溺，溺爱的溺，同时呢，它也同那个尿，就是我们经常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便后要洗手，折尽手，也就是立即就要去便尿回，折尽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治污秽也是讲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衣服不要乱扔、乱堆，这样呢容易导致衣服的脏乱，治污秽。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还有一些语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要比较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读上去比较不知道是大概说的什么意思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其实呢，它表达的就是4个动作，4个平时我们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应该注意的动作。勿见欲，欲指的是那个门框，因为古时候那个门的前面都是有一个台阶的我们不应该去踩它。包括现在我们去一些包括故宫包括古老的建筑还有那个佛堂里面那个门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不礼貌的做法。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就应该是跨过去不要去踩门槛。勿见欲，勿跛矣，跛矣就是跛，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歪的，跛矣也是站不正的意思，倾斜的意思，也就是有点靠着呀，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说怎么站没站上，就是指这个一个情况，一个姿势。勿积聚，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他们古人是用那个簸箕，那个簸箕是一个长口嘛，
它只是用这个簸箕来形容人的坐姿，不应该是两腿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因为这样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所以勿积聚。那么勿摇臂，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用3个字形容就是吧？二郎腿，对，勿摇臂，也就是不要摇晃我们的这个大腿啊，是二郎腿，不要撩二郎腿，这样呢，在这个生人面前也是不太好看的，不太礼貌的。也就是这句话啊，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4个动作了哈，以后在生活当中啊，能避免就避免。勿佞巧，也是我们后面章节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佞字呢，也就是巧言谄媚的意思。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弟子规》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见人善，即思齐；纵去源，以见机”。那么这个“机”，因为它是用的这个足字旁的“机”，所以呢，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有一些差别。这句话呢，主要是讲看到别人行善，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那么后面纵去源，以见机，也是告诉我们，即便我跟这个人有一定的差距，也应该，就是说，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去赶上他，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让自己有所提高，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一句话叫做“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那么这个“子”长得有点像誓言的“誓”。这个是幼儿园小朋友动作配合规范。下面是我们那个益阳的小学，根据我们刘院长创作那个中华经典编的一个课间操。
他们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然后自行编成课间操。啊，这个其实几年前的一个课间操了。啊，那第4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结合一些经典的诵读内容，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啊。给大家看几个。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啊，是大家熟悉之后啊，来温习的时候运用的一些方法。这个是闯关游戏。这当时拍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可能不太清楚啊，换一个。有个男老师，就是那个老鹰。这个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或者是，对，这个老鹰就会抓那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一些诵读方法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诵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我们教授经典诵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教育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固执、霸道的倾向，尤其呢，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我们诵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立马能够得到提升，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应该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花费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的接受国学熏陶，全方位的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诵读时间。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2到3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让学生与圣贤对话，利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圣贤画像等这样的做一些布置，
可以起到宣传、对话、熏陶的作用。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这是一角，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了孔庙学习，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的一些经典的元素。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然后再穿上，就是这个是老师画的，这个是丞相服，这个是淑女服，这个是这个秀才服，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是的，是格格服。这个是我们诵读一角这是班上学习三字经，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这里是我们大班孩子环境创设的一角，它是用一些简化窗花，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作画创作，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面。就环境当中，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因为在幼儿园的话，环境创设这一块还是挺重要的。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小学的话，一般就是创设读书角把它布置的丰富一点。那第4一个呢，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规定。那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就学得再好，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的再怎样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如果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入厕、洗手、吃饭，还有上课，但是一回家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他，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氛围，这样呢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第5个就是展示诵读成果。我们通过就是说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教授，让孩子学习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更多的呢，孩子的天性他是喜欢展示的，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这样呢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让家长也能了解到孩子到底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首先呢是一些静态的，比方说书法，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还有朗读、表演、比赛等等。那么活动展示也有非常多，有社会活动，有演出，有夏令营，还有书香家庭、中原小擂台的评比。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胆量，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锻炼自己。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出去，可以在小区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位这样的老人，或者是你觉得愿意去为他带去笑容的人，在他面前诵读经典，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呢，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就是跟路人，然后就是说我是小记者，这是小记者活动我们的一个这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然后呢，你给他表演以后，然后让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大人为你写一句话，打个评语，
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特别优秀的，评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这是一个社会活动。那平时呢也会利用，比方说劳动节，或者是这个母亲节，做一些孝主题，还有情，就是景那一章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要懂得行为礼仪规范吗？就用这些经典内容结合节日一起举办一些主题活动。那么每年的像6·1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是我们的重头戏。这个每个班都会老师都会就是集中精力，包括这个体育我们叫武术老师，还有舞蹈老师会编排一台非常精美的一个节目供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当地的那个领导还有家长一起来分享孩子们的一些成长进步，也是为他们这个学前教育做一个总结留念。好，那下面我们就集中一个时间呢，给大家讲授这个2首歌曲《西服暖暖呼啦啦》还有《礼运大同》。好，那大家也做辛苦啦，大家来活动一下。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分解讲一下这个动作。呼啦啦。呼啦啦。传播给更多的人。好，我们跟音乐再来一次，6、7，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将心守目，不人不独其亲，不独自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万万不独，非其者，皆有所。是不谋利而不行，盗窃浪费而不作，不爱护而不比，是为大同。
大家做这些分享，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下课之前呢，给大家说2个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利用10分钟的时间，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到7楼去照相。我们下一节课是4点钟开始上课。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湘江风光带，夜游湘江风光带，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7点20，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屏吗？就是同舟楼前面那个屏那里集合。我们7点半准时发车，好不好？7点半准时发车。那如果江河永不息，心意到流转。淡色的秋花风，见证沧海桑田，纵横大万里，山下5000年，中华民族的血脉绵延到永远。中华智慧血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各位老师，我们课程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啊，是刘孝天院长在2000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叫《中华经典》。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领略一下，在12年以前，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为了推广经典教育，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答案。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唱，好吗？好。宗教领袖都来听国学了。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的佛教界的、宗教界的、佛教界领袖，你看都是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藏传佛教的主持方丈托尔巴是什么？佛教里面的博士。都在中央学习，然后学完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学半个月。每一个班请我给他们讲课，马上又一个班来了，昨天通知我了，要我准备好课啊，刘院长要你继续给他们讲课，啊，现在西藏跟四川几个大寺庙的方丈主持啊，请我们去讲，他要请我去给他讲《论语》，要把《论语》一章一章的讲，一句一句的讲。他要我一去，他一次要讲半个月，并且有一个寺庙啊，现在准备又办一个国学的，也办个国学院，还办一个孤儿学校，啊。到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通知各位有兴趣的大家，我们都去西藏
一个很大很好的寺庙去学习，帮助他办特殊学校，好不好？好，好，谢谢。你看家长啊，全国的家长很多啊，特别我们这一次来了几位优秀的家长，都来学国学，啊，自己带头学国学。全球华人，你看中小学生来读经典。第一届，我香港温主席，台湾、马来西亚，啊，一些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志，策划组织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一届大会在香港，第二届大会北京八达岭长城，看到吧？八达岭长城后面是长城，扎这一个台子啊，要站1、2千人啊！你看，扎这个台子就花了15万，啊，后面做背景，全球华人来读经典，并且我们在05年全球大会上，在八达岭长城发表了中华文化宣言，号召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3届在台湾，我们台湾同胞在孙中山纪念馆门口，看到吧？这是台湾同胞发起倡议，要求在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全球华人读经日，对我们台湾同胞发起，我们全球华人响应。今年9月28，大家记住了，9月28这一天，我们发起全球华人，我们各位老师在各地同时举行，到时候我们统一时间，好吧？来读经典，最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典，好吧？这个方案我们正在制定，好吧？第4届在深圳，你看，第5届去年在我们湖南后面是哪里啦？我们温主席很多同志参加的啊，岳麓书院门口，你看，岳麓书院门口，我们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4大家领导全部出席我们的大会。你看这些小朋友啊，读得非常好，是吧？读得非常好。我们这里也好几位，我们张亚勤同志、天津的张老师、张院长，多次来参加我们的，啊，我们台湾同胞好多次参加的，是吧？我们在座的很多参加我们的历届的大会。今年第6届我们分了两个，第一个是论坛，经典教育论坛，10年经典教育论坛在香港已经开完了，3月3号，我们温主席啊，2位温主席承办，啊，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荷兰的李老师，啊，李丽娜老师也去参加了，是吧？我们很多同志去香港参加了这大会。第6届全球诵读大会，我们现在正在筹办，啊，筹办好以后，马上就会通知大家。希望我们大家来参加第6届诵读大会，啊，现在我们正在筹办，啊，这个地方呢，可能放到西北，啊，现在今年有5个地方要争取办第6届诵读大会，这个通过诵读啊，把学生啊促进学生读经典，促进老师来做好经典教育，来交流经典教育的经验。很有好处，还有得到政府更加重视我们经典教育。通过这样的活动啊，你看中央电视台绝没有讲国学的了，讲经典的了，是吧？好，第3向大家介绍全国教育系统掀起经典诵读日。教育系统经典教育日98年刚开始，大家知道啊，98年刚开始。只是在家庭读，在小范围读，我们这叫
后面就进入民办学校读，现在发展到公办学校，是吧？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公办学校的，啊，从民办学校到公办学校。我们湖南长沙，我最早的实验小学是八一路小学。今天我们八一路小学啊，冯校长也来了，啊，冯校长来了，哎，他们截止10年。益阳，我们8号要去益阳经典学校去参观，啊，去看一看。益阳那个学校已经做了10年了，啊，11年了，是吧？10年了，我八一路小学一起，是吧？所以现在公办学校都在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现在推广从幼儿园，哎，我们好多这一次来了很多幼儿园长，是吧？包括我们贵州的赵园长，是吧？赵立斌园长，啊，来了很多啊，哎，赵园长在后面，哎，我们这个张亚琴，啊，园长，啊，来了很多园长。你看从小学、幼儿园到大学，我们湖南大学的这一次来了，是吧？我们师范湖南幼儿师范这个高等学校的老师都来了，是吧？你看，从学生到老师，开始只是学生读，现在老师读。现在我们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湘大大学，现在从学生到老师都开始读，是吧？所以这是第3点向大家介绍。形势，大家了解这个形势啊，是吧？第二，向大家介绍一下政策，国家有哪些政策，我们要树立哪些理念，哪些思想，是吧？哪些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2讲，啊，向大家介绍的第2个大的内容。你看，第一，国家领导人论传统文化，国家主席了，总书记了，军委主席了，我们国家第1号人物，你看，03年就提出来，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在海外建100所孔子学院，结果现在已经建成401所。现在海外申请孔子学院，向我们申请孔子学院超过1600所，超过1600所，啊。那么景涛总书记多次讲话，后面我会介绍的，要求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所有老师要高度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提出要广泛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普及活动。听到？普及活动，后面我有专门向大家介绍。温家宝总理，你看，我们景涛总书记家里啊，国家主席吴景涛都是书香门第啊，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是4岁半开始读经书，爷爷奶奶教经书，我们张亚勤的老乡啊，贴近的老乡啊，爸爸5姊妹全部教经书，知道吗？温家宝总理的爸爸妈妈、姑姑都是教经书的，温家宝4岁半读经书，所以你看他读出个总理来了，啊，是吧？小布什家庭读出2个总统了，是吧？等一下后面我介绍，我们要把这些要介绍给我们社会，介绍我们家长，使大家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这些教育的意义。后面我专门讲的啊。习近平现在国家副主席啊，你看他在09年中央党校给省长、省委书记做报告，他要求所有干部要读经典，全国所有干部要读经典，你看了吧？
领导干部要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看到吧？所以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师、好多校长啊，我们有些领导还不知道中央的要求，因为中央不重视，国家好重视好重视，所以就是我们下面不动。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啊，中央的精神、国家精神好的不得了，就是难得贯彻落实。现在讲我们中央的好政策、好的精神啊，过不了黄河啊，过不了长江啊，我们湖南呢一下就过来了，是吧？我们湖南中风一刮进来了，我们有些地方就刮不进去，是吧？你看，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党的领导人呐。全中国政治局委员只有25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是什么？国务院副总理，原来是我的直接领导，最高领导。原来刘延东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原来他就是我们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你看，这是他给我的批示，延东部长批给我的。你看怎么评价？后面特别后面几句：举行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是学习中华文化、宣传中华、弘扬中华文化。后面4个字：创新之举。你看，国家领导人对我这个批示啊，创新之举，鼓励我，是吧？第二，向大家介绍国家文件的精神。国家文件，这些文件是什么文件啊？我们大陆，我们中国最高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在大陆共产党执政啊，各民主党派参政，8个民主党派参政，共产党执政，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历史经验。所以一个党的执政，其他的都来参与执政，这样的中国人口太多了，不能乱不得。经过历史经验总结的。那么国家的文件17大报告，也可以说17大报告哪个做呢？党代会的代表哪个做报告？总书记吴京涛的讲话，弘扬中华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看了吗？第二句，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们举办17期了经典教育培训班、传统文化经典教师培训班，哪个要我们办的？国家主席要我们办的。哪个要我们办的？哪个要我们来学习啊？温家宝总理要我们来学习，是吧？国家，你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国的文化怎么发展？国家做了“十一五”发展纲要，马上“12五”纲要出来了。在这里面，你看，小学要开书法课、绘画课、传统工艺课。在语文课中要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门学科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各门学科，大学要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你看，都是国家最高的文件。你再看看教育部文件，现在我们很多教育学校都不知道，教育部下的文了。过去他讲教育部没文件，我们费很大的劲做教育部工作了。
啊，我们这教育部原来我们推广经典教育啊，最大的阻力就是教育部，啊，他就没下文。晚上呢就不睡觉，王就跌倒了，不懂礼呀，是吧？浮躁、功利、缺德。你看浮躁啊，现在都浮躁，所以现在是主要3大问题：没信仰、信仰危机、浮躁、功利，一切是钱，一切是利。怎么用什么来改造功利主义啊？战胜功利主义，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全统了。只要把《论语》读完，把《道德经》读完，他就不会把钱看到第一位，是吧？你看大学里面讲，如果国家把利放在第一位，这个国家就没了，是吧？我们圣贤都是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说不要利，就放在轻利，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国家是这个未来放在第一位。现在他没有责任感，不负责任的，一切为了自己，是吧？所以第5呢，我讲是从提升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在我们人文素养很低了，只重视科学，重视数理化，学校就是一个东西，分数。分数害死人啊！分数害死一个民族，害死一个国家。你看他一切为了分数，他没有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国家确定的方针来落实。你看我们所有圣贤都是讲，首先是讲道德，是吧？讲道德放在第一，《道德经》实际呢，我们老子叫做德道经，德经放在前面。孔子为政以德，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是吧？你看荀子、墨子都是主张道德的。现在我们重智育、轻德育，重科学、轻人文，加轻人文。所以我来讲啊，科学和人文2个东西，就好像一个人的2条腿。如果科学这条腿又大又长，也是个残废；如果人文这个腿又大又长，也是一个残废。所以我们古代呀，我们历史犯了很多错误，要么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要么重视人文，不是科学，你看都出问题，都影响国家人文发展。现在很多人就怪我们为什么清朝以来呀，为什么落后，就是传统文化害的。他就不懂啊。清朝开始，这个康熙、乾隆，全世界第一，经济产量总值，发展速度第一，怎么是传统文化呢？是吧？是后面只重视搞跌了，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过去就我们重视人文，忽视科技，都影响发展，所以第6呢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发展先进文化，我就讲发展先进文化，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怎么发展先进文化呢？先进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啊？先进文化是上面的树的枝叶，传统文化是大树的根，根都腐朽了，根都挖断了，还有上面还长叶吗？是吧？所以我就提出3句话：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主体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怎么来的？没有传统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吗？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宣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没有传统文化，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连中国文化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很多些领导人不懂，很多有些校长也不懂，啊，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好，第7呢，我讲加强品德教育的课程，中小学生品德教育，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主要是缺乏抱负，没有志向，任性自私，自我中心。你看现在一些学生不讲礼貌，不孝父母，不爱劳动，怕苦怕累，缺乏意志，心理脆弱。你看心理脆弱，现在中学生的心理障碍的15%多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25.6%，全国得抑郁症的超过2700万，一个法国人，去年自杀的人超过30万，要不要还不抓道德教育？用什么来挽救？信什么？要信圣贤，要读圣贤书，是吧？我们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天天和伟人在一起，不变成伟人也难”。我把它改了，这句话大家把它记回去啊，要去到处宣讲。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不变成圣贤也难，记住吗？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所有干部，所有的人，天天和圣贤在一起，天天读圣贤书，他不变成圣贤也难。还有各种不良现象吗？没有。圣贤是什么境界？什么高度啊？最后一点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我们国家提出要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最基本的要做到4个和谐：人和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人的身心和谐。人怎么做到身心和谐啊？你看这么多抑郁症，这么多精神病，这么多自杀的，他为什么？他没有读圣贤书啊，身心不和谐，身体很好，心理有问题呀。心理的问题是产生身体疾病的根源基础，所以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啊？读圣贤的书，读经典书，经典圣贤把怎么做人、做事、做官讲得清清楚楚。你还有心理问题吗？没有。所以你看，8大意义，你只讲2大意义，讲3大意义，一讲完3分钟，把大家都说通了，人人跟着我们搞经典，好不好？好。好，今天上午我们最后讲一个内容啊，经典教育的目标，啊，经典教育的目标，我就提出了5进了，我们大家任务很拮据了。提出5进，经典要进学校，经典要进机关，经典要进企业，企业都要读经典，经典进社区，现在我们都在社区推广经典进农村了。今年暑假我们现在我在指导一个大学生志愿者，今年我们在100个农村，100个村，有几百大学生到100个村去推广经典教育。啊，我们现在我办了很多农村经典学校，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8号就去看过农村的小学，经典小学，你看他们读了，效果完全变了，是吧？好，经典教育的任务我提出了5大任务啊，要研究整理传统文化经典，学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宣传推广传统文化经典，培训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我们得有任务的，这是我在全国啊，我率先总结这个5大任务、5大目标，是吧？5大任务啊，你要研究，要学习，要宣传，要培训，要弘扬，
记住前面10个字就可以了，是吧？要研究、学习、宣讲、培训、弘扬5大任务，记住没有？好，最后就是8大好处。这个我们把8大好处、8大意义一讲是吧？讲3条，大家都接受。所以我们到全国各地去，家长一讲，半个小时、1个小时，80%的家长就支持我们搞经济教育，是吧？第一个，提高识字能力。读经典的好处，第一，提高识字能力。现在小学，我们大陆小学6年，教育部规定认多少个字呢？2450个字。古代的书院认多少字呢？1年认多少字呢？古代的蒙学1年认多少个字？5到6千个字。哪个教学效果好？哪个教学好？1年认5到6千个字，你6年再认不到3000个字，所以浪费生命的教育啦，低效率的教育啦。我们刘校长好好总结总结啦，是吧？6年只教了3000个字，古代的。所以我就想，过去我一直在研究，就是我爷爷受了我的一个堂爷爷的批评嘛，所以我就下决心要研究这个事。过去我当师范校长，做事做对的做不起，爷爷批评我，你这个假大学生、假研究生读了那么多书，当不得我读3年老书，3年老书做事做对，书法写得非常棒。你看现在难怪我们是6年才认不到3000个字，古代你只要认得4500个以上，5000-6000个字，没有读不通的书了。所有书能够读，《易经》什么书上书都能够读懂。因为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就不认得字。我第一次读《易经》，我算了，我278个字我没记过。你看，知道不认得怎么读得懂啊？第二个，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你看读经典，今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交流的。读经典，你看普通话，你现在我们农村，我们也去看的。过去我们派的，我带的5个老师去，学生讲话，我们老师听不懂。我们老师讲普通话，农村小朋友听不懂。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学生，你去我们8号去的时候，你看学生普通话读得多好，书法写得多好，都挂在走廊上。学生都书法都表出来了，作为书法作品挂出来了。小学生国画都画国画，你看国画画得多。你看这个传统文化经典的好处，是吧？口头表达能力，许家洛、余秋雨，你问他们了，我都问他们，我说你哪里有这么表达能力？我都是从小读经典训练出来的。你看许家洛讲2个3天不要带1个字，出口成章，没有一个废的字。你看，都充满哲理，看演讲能力。现在我们一些大学生，我们一个博士生讲话，1个小时大概有360多个，然后，我们一个年轻人讲课，青年老师讲课，这个1节课500-600个这个，所以学生把他取名，不叫张老师了，叫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来了，是吧？你看这些表达能力，提高写作能力，你看写作能力，50，知道吗？我们安徽人留美7年了，几岁读经典？4岁开始读经典，从小饱读《三字经》《百家姓》《律诗》《六朝》《孝经》《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12岁成为少年诗人。
12岁成为少年时代，你看，你们有吗？怎么写作能力好不好？郭沫若5岁读经书，5岁，在他的老师和母亲教育下，你看，开始读经书，从小打下结实基础，又是诗人、文学家、考古学家、甲骨文学家、剧作家、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书法家。郭沫若的书法不得了，5岁读经书，看到吗？第四，我想提高其他学科成绩。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几岁呀？你看他，从小放牛就开始读书，你看，他在牛背上都背切家诗，唐诗300首，啊，从小读，13岁就读《左传》，啊，成绩非常拔尖，非常拔尖。杨振宁5岁读，成绩非常拔尖。我们长沙有一个东风路小学的5年级学生，他的爸爸叫沈伯春，是我们的好朋友，5岁读的，读到算了，只要搞传统文化的就是新儒家，我应该是说这些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佛家呢，我们提的少，我想以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提，去研究。佛家有它可贵的东西，而且我们常常说佛家它是中国化来的，它不是印度那个佛家了，所以我说应当我们讲是这3家。我今天也许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牵涉到别的家，对别的家也许有不恭敬的地方，那大家要提醒我。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呢，实质上我们是诚惶诚恐的，这个是价值无比的那个瑰宝。台湾的朋友们，你们是能不能看到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啊？不知道看得到吗？我们在这里常看得到，就是在中央2台有一个鉴宝的那么一个节目栏目，就拿了几个那个破碗，是吧？几个瓦罐，那么一些东西就是宝，要在那拍卖。是值多少钱？那个东西呢是说小心谨慎、小心翼翼的保护的啊。所以一讲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但是无法比拟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心啊。我想也出一个恭敬心，和大家来交流我对于这个《道德经》的学习、理解以及具体的有些东西的做法，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个好的交流。我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道德经》的概说，这个部分长一点。刘院长讲课可能是叫做什么经典概说吧。因为大家对道家觉得一个就是有点忽略，再一个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有字天书，看也看不懂，一看就打瞌睡，一看就麻脑壳，所以就不想看。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想比较详细的说一说。第2部分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字词句，它的理解和注意的事项。第3部分是关于我们在以后教学的时候提点参考意见。第1部分，老子及老子介绍。第一，老子其人。
首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读音的问题，我写了拼音。拼音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有点麻烦，你们学的是注音，这个注音我也学过的。拼音是1958年以后才有的，那我已经读初中了。我以前也是学的注音，啊，我没有写汉字呢，我只是说他读。对于这个人这部书，我们要读老子，这样读，这是按照国语北京话的要求是这样读的，不能读一个轻声，这个轻声是普通话国语里面的一个特点，南方人一般没有，台湾是比较好的有，因为蒋老先生在位的时候是极力推行这个国语的，这个轻声轻轻的一读，那么就说老子，是这样读。湖南话说是哑老子，娘老子，所以你要是说读一个老子，那么这个你读错了。老子是说这个人，也说是这一部书。学国学学这个《道德经》，第一次开口不要错。年轻朋友不注意，有同学有人跟我谈话，他说他学了这个，他很喜欢国学，特别喜欢孔夫子的《论语》。孔夫子的《论语》，这个就不好听了，不好意思说他，就是说那个字应该读《论语》，还不读《论语》的，所以这是很容易错。老子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春秋末期人，他的生卒年份是无法考察，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史记里面写的东西也不多，下面是史记的一段话，念一下。老子者，处苦力县曲人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丹，周守藏室之吏也。有些资料上写的是周守藏室之史也，没问题，都一样。但是吏和史的区别在于，吏是个官，史就是个工作人员。希望他是当官的好啊，一个工作人员，一般的公务员，他就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官，官令尹喜曰：“子将尹乙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呢就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5000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样一读呢，也许基本上懂了，不懂没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从中间这一段很简短的话里边，我们来推断一下，老子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一部书。一个词语解释就是守藏室。守藏室古代的功能是比较宽，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多功能的一种综合性的机构。这个吏呢，就是个总管，也就是说一个馆长。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老子第一点就是他一定出身是一个官宦世家。第二个，他的地位很重要，
是守藏室之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迁家里2代人是史官，做太史，是吧？班固、班彪他们兄弟姊妹也是相继做了一个史官。古代的史官很重要，那史官的一个脾气也还蛮硬啊。但是文化我们都知道，孔夫子开始才把文化这一个火种从天上引到了民间。那在此之前，这个文化就是那个王室，就是那个诸侯或者大夫他们自己家里叫做家学渊源，老百姓他就不传给你啊。所以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打仗，他没有兵法，他就只是一本《三国演义》，这就是他最好的兵书了。老百姓接触不到文化，他没有文化，他就不可能做这一个守藏室一个官员，更不能做守藏室之吏，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知道下边它是中国上古以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守护神。他在那里呢，看到的都是有历史以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东西，也接触到当时那种政治，周王朝是怎么统治的，诸侯们是怎么做的，接触着很多。在这种基础上，他就思考了，他就把它继承下来，然后他就写这个书了。他为了说明他这个书不是瞎胡编的，他那个书里边仔细去数，有26处写上古圣人提的26次，证明不是我自己捏造的。他总结这个兴衰存亡那种铁血的教训，然后再提炼再升华，才出了这一部不朽的著作。这是我们这样分析得来的。第二，应当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哲学家。今天不是什么 MB 是什么管什么管理学的吗？从美国去引进吗？其实中国的管理学啊，最早的这个管理学的这个教授就应当是李丹。他这本书学了以后，你就会去搞管理学呀，你就会搞管理呀，只是看你想不想，动不动脑筋想一想，你有收获了，就按照这个去管理啊。历朝历代怎么评价他，都是老子一书，你得其一术，你只要能够中间你钻研透了一点，你就可以南面为王。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是做王做皇帝，你那个大公司那个大企业，你做董事长，你不是南面为王吗？应该说他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人之一，是最早的一个。另外之一呢，应当说是孔夫子了，那是比老子呢要缓一点。这一部书后人很怀疑，说他那个时候写不出这样的著作来怎么这么前瞻呢？这也可以算是个谜吧。埃及的那个金字塔不是说
它一条线一条角，又是那个数学又相当于什么天文数啊，什么地球到太阳的那样一个距离啊，等等等等，那么说也是解释不清。但是你能够说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吗？不是埃及那块地方上的那个古老的那些个先贤先哲们做的吗？人家说这个书写的太好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是老子写的，那个年代的老子写不出来。那么，那首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啊，恐怕李白也是想不出来的。只有我们说李白写不出这句诗的人，这个人才可能写得出来的。你怎么说这个话嘛？那老子凭什么有这种殊荣呢？为什么我们是说老子应该这样评价他呢？就凭下边那个，他做的事，做什么事啊？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言道德之言5000余言。也就是说，老子取的这个地位，他的崇高伟大，就是这个5000余言，不要多的，有的5000余言就够了。我们文学家们说写诗歌一辈子几千首，有的一首从唐代流传到今天就是伟大，不在乎多。那过去人家所说的拿破仑的国脚，又臭又臭的东西啊，那文字再多，你也不能扬名，也不值钱的。那么修道德这个怎么说呢？我这里就不解释，下文会解释。第三，我们看一下老子这个人啊，他的人品怎么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菩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就是说，反正要普度众生了，他的心胸的开阔，他是悲天悯人，他的挚爱无边，他是心系天下，他自己又是一个尊道重德的一个模范的力行者。怎么说这个话呢？我们规律合起来道是什么？下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道是宇宙万物形而上的本体和绝对规律的与法则。所有的规律都是道，所有的事物都是道。两句话。第二个解答的问题是德。德是什么？德，按照古汉语的解释，德就是得到。你得到东西了，谁给了你东西，那么那个人就有道德。那这里的德是什么？这里的德就是每一位在座的老师，在讲大学你心不静呀，做不成任何事情。
要以静来制动。第三点，我认为，你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你必须懂得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违背规律肯定要失败的。搞经典教育，违背规律也是失败的。你基本理论没掌握，也是要失败的。你看，做到半年就垮掉了，1年垮掉了。而我们做的越来越发达，3个一下变成3000人，是吧？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讲啊。这个呢，今后有时间我们大家系统的可以，这一次专门学大学，下一次专门学《论语》。你如果听了5部经典，就不要老师讲了，你所有经典你都能够去专业讲解了，所以就是基础，好吧？我呢就是这么的来教学生，啊，都要联系实际的，你不联系，我都是历代的案例、现代的案例、国内外的案例，你没联系实际，你讲啊，学生听不懂，是吧？学生没效果，并且讲了要学生做，必须做，要检查，啊。我看我们经典教育啊，只要用心，没有做不好的事。实际经典都是圣贤的人生体悟，你们大家都在做，只是大家没有很好的总结体悟。所以经典一点不难，很简单，很好学，很好读，读了非常有用。我就今天上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各位。名古不化，经典什么都好，经典有很多好的，但是它也有了，不合时宜或者是过时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一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去讲解的问题啊。比如说，就这个《三字经》，《三字经》它在谈这个学习它的目标和意义的时候，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结尾倒数它有几句话：上至君，下则民，是吧？扬名声，写父母，光于前，裕于后。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呢，他的这一种引导，我们怎么去加以时代的这一种阐述？上至君，我们现在没有君，对不对？你不能够死板的讲，上至君要忠于什么？胡锦涛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就要去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君要做适当的引申，君在古代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国家。同样的，在现代的时候，那我们上至君的意思，也就是要干嘛？报效国家，对不对？报效国家，而不是那种愚忠。下至民，有个上有个下，其实这本来就应该我们去，本来我们这上下出现以后，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注意，怎么去把握的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什么下不下的问题，我们自己也都是老百姓，对不对？所以怎么教他们怎么样去平等的看待，形成这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写父母、扬名声这都是一些小我局限在个人的这一个范围圈子之内，怎么样他们跳出这一个圈子，可以一些经典的故事对不对？一些小朋友之间的一些什么小游戏然后一些小交流然后让他们相互之间去看一看别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我和别人想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通过这些各个方面的引导，然后呢，把一些过时的或者是一些艺术的瑕疵，把它呢做出新的阐述和理解那么呢，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注意这2个方面的问题不要就是说，单纯的去为了背诵背诵，为了记忆记忆，为了
教经典而教经典，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种经典教育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后一代，在这个道德、行为各个方面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谢谢大家。这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我们的每一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啊，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了，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啊，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凡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啊，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啊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那明天去看我们那一阳来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啊，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说。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啊。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了，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啊，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学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啊，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
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第二，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一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啊，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1中，湖南省第1中，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1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吧，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吗？下午有2节课上课吗？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1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话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就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于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
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三礼之学呀、大家知道三礼之学是什么？没有。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三礼之学与中华文明。三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三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一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三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够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一个简单的读书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2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有半点文化。啊，我讲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啊，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全
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一，这个成绩倒数第一。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一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从幼儿园，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1等于2，1+2+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还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易阳来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说。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
全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啊，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啊？是吧？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呐，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啊，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啊，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哎，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好。别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啊，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1句经典，每周只背1句，全校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1个礼拜就是背这1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一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一中，每周1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1周只背1句经典。第2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第3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吗？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吗？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4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音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音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啊，快10年了。这个八音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1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音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啊，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
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礼就是教化，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就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开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啊。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于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中小学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啊，害了小朋友。生日礼啊，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易礼、礼记，叫做3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一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啊，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啊，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啊，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呢、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搞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搞简单的，读出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他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啊，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啊，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啊，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吧？一进行这个婚礼，2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那是水平太差了，没半点文化。啊，我讲
第5啊，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修个桥呢，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啊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靠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啊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啊。现在那个学校学生啊，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啊，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啊，我就安排大概11号啊、13号就动工，啊，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啊，学经典好得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2年3个第1。你看经典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我下半年在静冈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从幼儿园，我是静冈古镇这里设计的，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加1等于2，1加2加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我就首先3年就是读经典，打好基础，4年级的学数学一下就懂了。那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是吧？它就是6年级那个应用题，算术应用题比较难，其余的是很简单，4则运算，是吧？3年时间完全学好。他有这么多智慧了，这种智力都开发的这么好了，他学数学多快啊，是吧？所以我为什么提出来一个7到8节课是这个意思，有针对性的啊，你不要国家课程都不学了，那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现在全国2种模式，一种是我这种模式，国家规定的课程全部开，做适当调整。适当调整是什么？有一些课时适当减少，比如体育课每周开3节，我只开2节，我实际还是开了3节，因为我这一节是武术课了，武术课怎么不是体育呢？这是最好的体育了，是吧？2节音乐课我开1节教那些唱那些儿童歌曲的，还有1节教古琴欣赏音乐，
还是音乐啊，我没有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是吧？但是我培养出来的水平，我比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呀，质量要好到几倍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好好的，所以我这种模式呢，家长欢迎，你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怎么行啊？没有文凭，一切事情不能做。不是我们中国讲文凭，全世界讲文凭。你没有文凭，它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是吧？你不能脱离社会，你到星球上去，你去开发一个星球不要文凭的星球，那你就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只读经典不学数理化，不学科学，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是吧？读经典不学科学，我讲了，人文和科学必须是两条腿，同时走路，同时一样大，一样长，差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是文理皆优。你看我的培养目标，文理皆优，德才兼备，文理都要兼，都是优秀，文理皆优，是吧？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国家教育的课程加，我现在加4大特点，这是我的学校就是4大特点，5大经典教育，5大经典教育，8大能力培养，10大行为习惯训练，10大高尚人格塑造。我就是用这4个东西改变中国的教育，文化功底差，品德道德差，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解决这个什么问题啊？能力问题。现在有学历没能力，是吧？就3个问题，文化功底差，学生能力差，道德品质差。我解决3差嘛，3差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我就是5大经典保证文化功底，8大能力保证能力差的问题，10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10大高尚人格塑造，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这中国的教育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你看我的办学目标3句话：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我的口气很大的啊。创新中国基础教育，第3句话，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好不好？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哎，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赠送给所有大家，啊。都可以赠送给我们每位老师，你带回去。你看我的教学理念，我的办学思想，我的办学宗旨，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这是我研究40年制教育的心血，是吧？把中国的教育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教育工作者，包括每个家长，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的，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10年树木，100年树人，教育为本。教育是我们国家兴亡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才为本嘛，人才教育嘛，怎么有人才？靠教育。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100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我们中央说的，国家写进文件的，100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中国大陆国家只抓3个重点，3大重点，哪3大重点你们知道吗？第1，科技；第2，能源；第3，教育。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几百几千项工作，中央重点抓3项工作，国务院重点抓3个，是吧？
你没解决科技问题，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的，是吧？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的，没人才。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谢谢啊，谢谢。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厌烦，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厌烦进来？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4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哎，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哎，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吧？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哎，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哎，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哎，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哎，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是吧？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大家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哎，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太难带了，是吧？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卷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哎，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哎，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叫学了，啊，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哎呀，我讲这些人啊，都一点不懂教育啊，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就是。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这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是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
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啊，他讲刘院长啊，《论语》啊，《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啊，他说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啊，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啊？哎，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啊，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啊，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著作离我们这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1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四书要读完，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哪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的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的。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
你看学校怎么开展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世俗第一步，世俗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00、第200都已经一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一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便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电脑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要大家也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
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术，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点两点的点，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不是学校是这么安排，你都是40分钟，要么都是45分钟，中学都是50分钟，大学都是50分钟。我知道的学校，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我都是，因为我自己当校长我就决定了，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是吧？你们去试一试，你们自己当校长的按我这个作息时间，效果完全不同，是吧？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对你家长很厌烦，这样学生学不进来。为什么厌烦心理啊？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只怪我们老师，怪我们的校长。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大家记住吗？是吧？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就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反复实验了，特别我最近4年，我招了30个，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学校不要的。我教了以后，你看他们基本都变好了，至少不会变坏了，是吧？完全可以。我还没花什么精力，是吗？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读经典，老师跟着我们做，学生就一下变好了。不要教啊，是吧？这个不简单吗？我们的学生都不错。我们昨天带7小时何烈军呢，何烈军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江西的，我的小弟子，是吧？他也是个调皮捣蛋的，是吧？读书不读的，出去就打工，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现在你看，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是吧？你听他读书，词性、朗读能力、经典倒背如流，是吧？书法写得非常好，太极打得很好，是吧？武术也不错，我看，你看，就是我教学效果嘛，是吧？礼貌很好，是吧？现在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是吧？他想怎么这个刘院长你怎么教的？怎么变了一个人呢？是吧？我就带下学期，就是现在下一个月开始招生，我就只招老师了，不招这些调皮的了。调皮的我太难带了，是吧？
他晚上看得到12点睡个觉，熄了灯，一觉被，他又爬围墙出去了，又去上网去了。这些学生很难教，是吧？半年就变好了，1年基本就不要管了，是吧？所以教育就是这么教的。第5，全文诵读，我认为不要叫学了，我们山东的某某同志，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来，《弟子规》要哪几句要筛掉了，大学哪几句要筛掉了，他讲有封建的东西了。我讲这些人都一点不懂教育是吧？第一，我讲你怕有什么封建的东西啊？我们在大陆共产党还准你搞封建吗？第二个，你搞封建的东西，现在哪个买你的账啊？现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你搞封建哪个要你的？是吧？你不要担心嘛。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拿掉反而不行。第二个，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用封建这个词，是吧？什么叫封建？封建这种政治制度怎么是文化呢？政治制度已经没了，早就没了。你现在用的我们共产党制度了，还有封建制度吗？怎么？它只是过时，我认为已经有一些观点过时了，是吧？不是封建，封建是种制度，它不是种文化。文化里面有封建的烙印，反映封建制度的一个烙印，但是它不是封建的东西，是吧？封建是种政治制度，我是这么讲。只有一些东西过时了，很了不起啊！有一个人来和我说他讲刘院长论语论语中有3句话是错误的。我讲有3句话错误他说是的。他讲你还在这里引导大家读论语。我讲我首先不讨论哪3句话错误，我首先讲一个观点，看你接不接受。我就讲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多少年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几十年，50、60年嘛，30年嘛。我讲毛主席著作，你打开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错了吗？他讲错了。毛主席著作里面造反有理，错了吗？他就错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决政下继续革命，错了吗？人民公社，错了吗？错了。计划生育计划经济，错了吗？他错了。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第一，我讲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他只是过时了。他在当时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造反有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你了解吗？你断章取义当然就错了，是吧？我讲你看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有30年、40年，你讲50年也可以是吧？毛主席去世70年的76年才去世。你看打开书有这么多错误，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是吧？我讲《论语》离我们多少年？2600多年了，还只有3句话错。我讲《论语》是不是重要？是不是经典？哎呀，你这么一讲，《论语》真的了不起，2000多年只有3句话错了，是吧？毛主席著作离我们只40年，有这么多错误，他还要作为全国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问题是决定一切的。你思想正确，就一切正确；思想不正确时，你看什么都是错误，是吧？我们不能有1、2句话错了就全盘否定。后面我在讨论《论语》的3句话，最后我
到时候再和大家讲，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讲你证明读书没读好，所以讲他错了，是吧？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这3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把它搞好，系统诵读，不要读一点，也至少要读。我讲至少你这几个4书5经要读完，是吧？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完。这你不是只读1篇2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是吧？最后我提出来啊，扎实诵读，熟练诵读，扎扎实实要读100篇、200篇、300篇，是吧？熟练的读就背住了，没那个不背的，是吧？你看我们那学生批评老师，批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要我读100篇，我50篇就背住了，实际他是最笨的，他就觉得我好聪明，我好聪明，我读50篇就背住了，是吧？所以要鼓励儿童，调动学习积极性，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我就讲到这里，向大家汇报的。最后的呢，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好吧？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好吧？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啊？我去人格篇啊，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4书第一步，4书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00、第200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1本，是吧？那么第3版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版。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1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便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
说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儿童他喜欢看很花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是吧？这个小错误是难免，是吧？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3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一叠两叠的叠，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就曾蝶在跟到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蝶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好，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首先，我相信呢，《弟子规》这本书大家并不会太陌生，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统筹的介绍一下《弟子规》这本书。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字子浅，号采桑，生于康熙年间。他大概呢，毕生呢，生活了60年。李夫子终其一生获得的最高学位，就是秀才。此后呢，就没有高中过了。所以举人进士他没有考入，所以呢也并不是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那么在当时，大家知道一个秀才能做什么吗？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那么
这位李秀才，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是因为呢，他用尽毕生的一些精力和经验去研究《大学》和《中庸》里面的文学。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恰恰就学有所成。那么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典型。在科举的路上，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在研究《大学》和《中庸》的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叫做敦复斋，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久而久之呢，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后来这位李夫子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当时取名为《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这个呢，也就是《弟子规》的前身。再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本呢改名为《弟子规》。从此之后，这本书便在一些私塾里面开始广为流传。那么弟子呢，也就是指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那么扩大了讲，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传颂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弟子。那么规也就是规矩、规范。弟子规呢，也就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事的规范。那么弟子规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弟子规这本书呢，是根据《论语·学而》第1篇的一句话，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然后呢，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来阐述。《论语》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弟子规》呢，非常的浅近易懂，而且呢都是3句成韵，也非常的顺口。全篇呢一共是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全篇分为8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8个部分。并且在这个8个部分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么总共呢，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113件事。这113件事情当中呢，就是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人待物、求学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下面我们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呢，《弟子规》它是一本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第二呢，它呢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口，讲了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在我们幼儿园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而且呢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家长非常满意，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第三呢，
它呢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我觉得呢，从小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呢，它是以孝悌教育为关键节点的。我们《弟子规》全篇第1章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能人为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那《弟子规》的影响和意义呢，也非常的深远。在清代后期，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儿童读物和同盟读物。当时呢，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的影响，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行为标准。那么，他所倡行的孝悌、谨慎、诚信、爱众、笃学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还有现在对于我们，包括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呢，这部书呢也有一个对它的称誉，叫做“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这是对《弟子规》的一个总体评价。那《弟子规》虽然它的内容非常的浅显，但是呢，它也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首先呢，我觉得《弟子规》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就是传承文化。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呢，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精神，并且呢，关注人性的健康成长、人生心理健康之情感，要学会懂得爱，包括爱父母、爱家人、爱身边的一切事物。第三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为学进坚、人生成长之道，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弟子规》教我们首先要懂得孝悌，懂得谨信，懂得仁爱，然后呢，学会与人交往。以上这些我们有所修养，或者说去懂得以后，然后你有什么余力才学文。所以就是说，其实包括现在可能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慢慢去走的一条比较好的路线。第四一个，它呢为我们规定了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为构建和谐、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提供了依据。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也是力图呢借古人的智慧，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培养一个礼仪道德之风，营造人的心的纯净，社会安定的温馨世界。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那个读错的一些字音，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一起来温故一下。冬则温，夏则庆，这个是我们第一章入则孝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个庆字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少了一点水这是2点水。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教授的时候，容易跟那个清字混淆，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庆就是凉爽的意思。冬则温，夏则庆，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夏天呢要使它清凉。言语忍，忿自泯，这个泯就是要消灭
丧失的意思。这是第2章出则悌里面的一句话：晨必冠皆漱口。冠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要洗脸洗手啊，洗漱的意思。大家一起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起来啊，没关系啊。便尿回，那么这个尿呢，它是一个多音字啊，也读溺，溺爱的溺。同时呢，它也同那个尿，就是我们经常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便后要洗手，辄净手，也就是立即就要去便尿回，辄净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治污秽也是讲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衣服不要乱扔乱堆，这样呢容易导致衣服的脏乱，治污秽。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还有一些语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要比较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读上去比较不知道是大概说什么意思啊。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其实呢，它表达的就是4个动作，4个平时我们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应该注意的动作。勿见欲，欲指的是那个门框，因为古时候那个门的前面都是有一个台阶的我们不应该去踩它。包括现在我们去一些包括故宫啊，包括古老的建筑啊，还有那个佛堂里面那个门，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不礼貌的做法。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就应该是跨过去不要去踩门槛。勿见欲，勿跛矣。跛矣就是跛，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歪的。跛矣也是站不正的意思，倾斜的意思。也就是有点靠着呀。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说怎么站没站上，就是指这个一个情况，一个姿势。勿积聚，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他们古人是用那个簸箕，那个簸箕是一个长口嘛，它只是用这个簸箕来形容人的坐姿，不应该是两腿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因为这样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所以勿积聚。那么勿摇臂，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用3个字形容是吧？二郎腿，对，勿摇臂，也就是不要摇晃我们的这个大腿是二郎腿，不要量二郎腿，这样呢，在这个生人面前也是不太好看的，不太礼貌的。也就是这句话勿见欲，勿跛矣，勿积聚，勿摇臂。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4个动作了哈，以后在生活当中能避免就避免。勿佞巧，也是我们后面章节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佞字呢，也就是巧言谄媚的意思。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弟子规》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见人善，即思齐；纵去源，以见机”。那么这个机，因为它是用的这个足字旁的机，所以呢，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有一些差别。这句话呢，主要是讲看到别人行善，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那么后面纵去源，以见机，也是告诉我们，即便我跟这个人有一定的差距，也应该，就是说，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去赶上他，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让自己有所提高，
在后面的章节啊，还有一句话叫做“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那么这个“子”啊，长得有点像誓言的“誓”。这个是幼儿园小朋友啊，动作没特别规范。下面是我们那个益阳的小学，根据我们刘院长创作那个中华经典编的一个课间操。快进一下。那他们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然后自行编成课间操，啊，这个其实几年前的一个课间操了，啊，那第4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结合一些经典的诵读内容。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啊，给大家看几个。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啊，是大家熟悉之后啊，来温习的时候运用的一些方法。这个是闯关游戏。这当时拍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可能不太清楚啊，换一个。有个男老师，就是那个老鹰。
这个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或者是，对，这个老师就会抓那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一些诵读方法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诵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我们教授经典诵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教育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固执、霸道的倾向，尤其呢，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我们诵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立马能够得到提升，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应该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划分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的接受国学熏陶，全方位的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诵读时间。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2到3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让学生与圣贤对话，利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圣贤画像等这样的做一些布置，可以起到宣传、对话、熏陶的作用。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的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这是一角，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了孔庙学习。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的一些经典的元素。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然后再穿上，就是这个是老师画的，这个是丞相服，这个是淑女服，这个是这个秀才服，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是的，是格格服。这个是我们诵读一角就是班上学习三字经，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这里是我们大班孩子环境创设的一角，它是用一些简化窗花，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作画创作，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面。就环境当中，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因为在幼儿园的话，环境创设这一块还是挺重要的。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小学的话，一般就是创设读书角把它布置的丰富一点。那第四一个呢，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规定。那
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就学的再好，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的再怎样啊，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如果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入厕、洗手、吃饭，还有上课，但是一回家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他，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氛围，这样呢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第5个就是展示诵读成果，我们通过就是说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教授让孩子学习，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更多的呢，孩子的天性他是喜欢展示的，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这样呢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让家长也能了解到孩子到底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首先呢是一些静态的，比方说书法，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还有朗读、表演、比赛等等。那么活动展示有非常多，有社会活动，有演出，有夏令营，还有书香家庭、中原小擂台的评比。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胆量，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锻炼自己。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出去，可以在小区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位这样的老人，或者是你觉得愿意去为他带去笑容的人，在他面前诵读经典，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呢，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就是跟路人，然后就是说我是小记者，这是小记者活动我们的一个，这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然后呢，你给他表演以后，然后让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大人为你写一句话，打个评语，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特别优秀的，评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这是一个社会活动。那平时呢也会利用，比方说劳动节，或者是这个母亲节，做一些孝主题，还有情，就是景那一章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要懂得行为礼仪规范吗？就用这些经典内容结合节日一起举办一些主题活动，那么每年的像6·1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是我们的重头戏，这个每个班都会老师都会就是集中精力，包括这个体育我们叫武术老师，还有舞蹈老师，会编排一台非常精美的一个节目，跟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当地的那个领导还有家长一起来分享孩子们的一些成长进步，也是为他们这个学前教育做一个总结留念。好，那下面我们就集中一个时间呢，给大家讲授这个2首歌曲《西府暖暖呼啦啦》，还有《礼运大同》。好，那大家也做辛苦啦，大家来活动一下。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分解讲一下这个动作。呼啦啦。呼啦啦。跟节
新的理念能够带回去，传播给更多的人。好，我们跟音乐再来一次，6、7，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神仙与人，将心守目，无人不独其亲，不独自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万万不独，非其者，皆有所。道歉浪费而不纵，顽固而不平，是为大同。好，谢谢大家。那今天非常开心的跟大家做这些分享，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下课之前呢，给大家说2个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利用10分钟的时间，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到7楼去照相。我们下一节课是4点钟开始上课。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湘江风光带，夜游湘江风光带，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7点20，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屏吗？就是同舟楼前面那个屏那里集合。我们7点半准时发车，好不好？7点半准时发车。那如果蓝色的秋东发风，见证沧海桑田，纵横大万里，上下5000年，中华民族的血脉绵延到永远。中华智慧血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我的精神源远流长，为我中华经典。好，各位老师，我们课程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啊，是刘孝天院长在2000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叫《中华经典》。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领略一下，在12年以前，
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为了推广经典教育，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答案。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唱，好吗？好。宗教领袖都来听国学了。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的佛教界的、宗教界的、佛教界领袖，你看都是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藏传佛教的主持方丈、托尔巴是什么？佛教里面的博士，都在中央学习，然后学完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学半个月。每一个班请我给他们讲课，马上又一个班来了，马上又一个班，昨天通知我了，要我准备好课啊，刘院长要你继续给他们讲课，啊，现在西藏跟四川几个大寺庙的方丈主持啊，请我们去讲，他要请我去给他讲《论语》。要把《论语》一章一章的讲，一句一句的讲。他要我一去，他一次要讲半个月，并且有一个寺庙啊，现在准备又办一个国学的，也办个国学院，还办一个孤儿学校。啊，到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通知各位有兴趣的大家，我们都去。西藏一个很大很好的寺庙去学习，帮助他办特殊学校，好不好？好，好，谢谢。你看家长啊，全国的家长很多啊，特别我们这一次来了几位优秀的家长，都来学国学，啊，自己带头学国学。全球华人，你看中小学生来读经典。第一届，我香港温主席，台湾、马来西亚，啊，一些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志，策划组织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一届大会在香港，第二届大会，北京八达岭长城，看到吧？八达岭长城后面是长城。扎这一个台子啊，要站1-2千人啊！你看，扎这个台子就花了15万，啊，后面做背景，全球华人来读经典，并且我们在05年全球大会上，在八达岭长城发表了中华文化宣言，号召全球华人来读经典。第3届在台湾，我们台湾同胞在孙中山纪念馆门口，看到吧？这是台湾同胞发起倡议，要求在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全球华人读经日，让我们台湾同胞发起来，我们全球华人响应。今年9月28，大家记住了，9月28。这一天，我们发起全球华人，我们各位老师在各地同时举行，到时候我们统一时间，好吧？来读经典，最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典，好吧？这个方案我们正在制定，好吧？第4届在深圳，你看，第5届去年在我们湖南。湖南后面是哪里啦？我们温主席很多同志参加的啊。岳麓书院门口，你看，岳麓书院门口，我们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4大家领导全部出席我们的大会。你看这些小朋友啊，读得非常好，是吧？读得非常好。我们这里也好几位。我们张亚勤同志，天津的张老师、张院长，多次来参加我们的，啊，我们台湾同胞好多次参加的，是吧？我们在座的很多参加我们的历届的大会，今年第6届，
第6届我们分了两个，第一个是论坛，经典教育论坛，10年经典教育论坛在香港已经开完了，3月3号，我们温主席2位温主席承办，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荷兰的李老师，李丽娜老师也去参加了，是吧？我们很多同志去香港参加了这大会。第6届全球诵读大会，我们现在正在筹办，筹办好以后，马上就会通知大家。希望我们大家来参加第6届诵读大会，现在我们正在筹办，这个地方呢，可能放到西北，现在今年有5个地方要争取办第6届诵读大会。这个通过诵读把学生促进学生读经典，促进老师来做好经典教育，来交流经典教育的经验，很有好处。还有得到政府更加重视我们经典教育，通过这样的活动你看中央电视台绝没有讲国学的了，讲经典了，是吧？好，第3向大家介绍全国教育系统掀起经典诵读日。教育系统经典教育日98年刚开始，大家知道98年刚开始，只是在家庭读，在小范围读，我们叫后面就进入民办学校读，现在发展到公办学校，是吧？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公办学校的，从民办学校到公办学校。我们湖南长沙，我最早的实验小学是八一路小学。今天我们八一路小学冯校长也来了，冯校长来了，他们截止10年。益阳，我们8号要去益阳经典学校去参观，去看一看。益阳那个学校已经做了10年了，11年了，是吧？10年了，我八一路小学一起，是吧？所以现在公办学校都在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现在推广从幼儿园，我们好多这一次来了很多幼儿园长，是吧？包括我们贵州的赵园长，是吧？赵立斌园长，来了很多赵园长在后面，我们这个张亚勤园长，来了很多园长。你看从小学、幼儿园到大学，我们湖南大学的这一次来了，是吧？我们湖南幼儿师范这个高等学校的老师都来了，是吧？你看，从学生到老师，开始只是学生读，现在老师读。现在我们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湘大大学，现在从学生到老师都开始读，是吧？所以这是第3点向大家介绍。形势，大家了解这个形势是吧？第2，向大家介绍一下政策，国家有哪些政策，我们要树立哪些理念，哪些思想，是吧？哪些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2讲向大家介绍的第2个大的内容。你看，第1，国家领导人论传统文化，国家主席了，总书记了，军委主席了，我们国家第1号人物，你看03年就提出来，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在海外建100所孔子学院，结果现在已经建成401所。现在海外申请孔子学院，向我们申请孔子学院超过1600所，超过1600所那么景涛总书记多次讲话，后面我会介绍的，要求
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所有老师要高度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提出要广泛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普及活动。听到？普及活动。后面我有专门向大家介绍。温家宝总理，你看，我们景涛总书记家里啊，国家主席吴景涛都是书香门第啊，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从小读经书的，温家宝总理是4岁半开始读经书，爷爷奶奶教经书，我们张亚勤的老乡啊，天津的老乡啊，爸爸5姊妹全部教经书，知道吗？温家宝总理的爸爸妈妈、姑姑都是教经书的，温家宝4岁半读经书，所以你看他读出个总理来了，啊，是吧？小布什家庭读出2个总统了，是吧？等一下后面我要介绍，我们要把这些要介绍给我们社会，介绍我们家长，使大家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这些教育的意义。后面我专门讲的啊。习近平现在国家副主席啊，你看他在09年中央党校给省长、省委书记做报告，他要求所有干部要读经典，全国所有干部要读经典，你看了吧？领导干部要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看到吧？所以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师、好多校长啊，我们有些领导还不知道中央的要求，因为中央不重视，国家好重视好重视，现在就是我们下面不动，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啊，中央的精神、国家精神好的不得了，就是难得贯彻落实。现在讲我们中央的好政策、好的精神啊，过不了黄河啊，过不了长江啊，我们湖南呢一下就过来了，说啊，我们湖南风一刮进来了，我们有些地方就刮不进去，是吧？你看，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党的领导人啊，全中国政治局委员只有25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是什么？国务院副总理，原来是我的直接领导，最高领导。原来刘延东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原来他就是我们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你看，这是他给我的批示，延东部长批给我的。你看，这么评价，后面特别后面几句。举行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是学习中华文化、宣传中华、弘扬中华文化。后面4个字：创新之举。你看，国家领导人对我这个批示啊，创新之举，鼓励我，是吧？第二，向大家介绍国家文件的精神。国家文件，这些文件是什么文件啊？我们大陆，我们中国最高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在大陆共产党执政啊，各民主党派参政，8个民主党派参政，共产党执政，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历史经验，所以一个党的执政，其他的都来参与执政，这样的中国人口太多了，不能乱不得，经过历史经验总结的。那么国家的文件17大报告，也可以说17大报告哪个做呢？党代会的代表哪个做报告？总书记吴景涛的讲话。
弘扬中华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看了吗？第二句，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们举办17期了经典教育培训班、传统文化经典教师培训班，哪个要我们办的？国家主席要我们办的。哪个要我们办的？哪个要我们来学习啊？温家宝总理要我们来学习，是吧？国家，你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十一五世纪文化发展纲要》，中国的文化怎么发展？国家做了《11.5发展纲要》，马上12.5纲要出来了。在这里面，你看，小学要开书法课、绘画课、传统工艺课。在语文课中要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门学科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各门学科，大学要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你看，都是国家最高的文件。你再看看教育部文件，现在我们很多教育学校都不知道，教育部下的文了。过去他讲教育部没文件，我们费很大的劲啊，做教育部工作了啊。我们讲教育部，原来我们推广经典教育啊，最大的阻力就是教育部啊，他就没下文。晚上呢就不睡觉，王就跌倒了，不懂礼呀，是吧？浮躁、功利、缺德。你看浮躁啊，现在都浮躁，所以现在是主要3大问题：没信仰、信仰危机、浮躁、功利，一切是钱，一切是利。怎么用什么来改造功利主义啊？战胜功利主义，没有其他办法，就只有传统文化。只要把《论语》读完，把《道德经》读完，他就不会把钱看到第一位，是吧？你看大学里面讲，如果国家把利放在第一位，这个国家就没了，是吧？我们圣贤都是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说不要利，就放在轻利，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国家是这个未来放在第一位。现在他有没有责任感，不负责任的，一切为了自己，是吧？所以第5呢，我讲是从提升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在我们人文素养很低了，只重视科学，重视数理化，学校就是一个东西，分数。分数害死人啊！分数害死一个民族，害死一个国家。你看他一切为了分数，他没有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国家确定的方针来落实。你看我们所有圣贤都是讲，首先是讲道德，是吧？讲道德放在第一，《道德经》实践呢，我们老子叫做德道经，德经放在前面。孔子为政以德，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是吧？你看荀子、墨子都是主张道德。现在我们重智育、轻德育，重科学、轻人文，加轻人文。所以我来讲啊，科学和人文2个东西，就好像一个人的2条腿。如果科学这条腿又大又长，也是个残废；如果人文这个腿又大又长，也是一个残废。所以我们古代呀，我们历史犯了很多错误。
要么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要么重视人文不是科学，你看都出问题，都影响国家的，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就怪我们为什么清朝以来呀，为什么落后，就是传统文化害的，他就不懂啊。清朝开始这个康熙、乾隆，全世界第一，经济产量总值，发展速度第一，怎么是传统文化呢？是吧？是后面只重视搞跌了，重视科学轻视人文。过去就我们重视人文忽视科技，都影响发展，所以第六呢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发展先进文化，我就讲发展先进文化，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怎么发展先进文化呢？先进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啊？先进文化是上面的树的枝叶，传统文化是大树的根，根都腐朽了，根都挖断了，还有上面还长叶吗？是吧？所以我就提出3句话：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主体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怎么来的？没有传统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吗？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宣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没有传统文化，没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连中国文化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很多些领导人不懂，很多有些校长也不懂，啊，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好，第7呢，我讲加强品德教育的课程，中小学生品德教育，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主要是缺乏抱负，没有志向，任性自私，自我中心。你看现在一些学生不讲礼貌，不孝父母，不爱劳动，怕苦怕累，缺乏意志，心理脆弱。你看心理脆弱，现在中学生的心理障碍的15%多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25.6%，全国得抑郁症的超过2700万，一个法国人，去年自杀的人超过30万，要不要还不抓道德教育？用什么来挽救？信什么？要信圣贤，要读圣贤书，是吧？我们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天天和伟人在一起，不变成伟人也难”。我把它改了，这句话大家把它记回去啊，要去到处宣传。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不变成圣贤也难，记住吗？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所有干部，所有的人，天天和圣贤在一起，天天读圣贤书，他不变成圣贤也难。还有各种不良现象吗？没有。圣贤是什么境界？什么高度啊？最后一点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我们国家提出要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最基本的要做到4个和谐：人和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人的身心和谐。人怎么做到身心和谐啊？你看这么多抑郁症，这么多精神病，这么多自杀的，他为什么？他没有读圣贤书啊，身心不和谐，身体很好，心理有问题啊。心理的问题是产生身体疾病的根源基础，所以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啊？读圣贤的书，读经典书，经典圣贤把怎么做人、做事、做官讲得清清楚楚。你还有心理问题吗？没有。所以你看，8大意义
你只讲2大意义，讲3大意义，一讲完3分钟，把大家都说通了，人人跟着我们搞经典，好不好？好。好，经典上过我们最后讲一个内容啊。经典教育的目标。啊，经典教育的目标，我就提出了5进了。我们大家任务很拮据了，提出5进：经典要进学校，经典要进机关，经典要进企业，企业都要读经典；经典进社区，现在我们都在社区推广经典进农村了。今年暑假我们现在我在指导一个大学生志愿者，今年我们在100个农村，100个村，有几百大学生到100个村去推广经典教育。啊，我们现在我办了很多农村经典学校，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8号就去看我农村的小学，经典小学，你看他们读了，效果完全变了，是吧？好，经典教育的任务我提出了5大任务啊，要研究整理传统文化经典，学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宣传推广传统文化经典，培训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我们得有任务的，这是我在全国啊，我率先总结这个5大任务、5大目标，是吧？5大任务啊，你要研究、要学习、要宣传、要培训、要弘扬，记住前面10个字就可以了，是吧？要研究、学习、宣传、培训、弘扬，5大任务，记住没有？好，最后啊就是8大好处。这个啊，我们把8大好处、8大意义一讲啊，是吧？讲3条，大家都接受。所以我们到全国各地去，我家长一讲，半个小时、1个小时，80%的家长就支持我们搞经典教育，是吧？第一个，提高识字能力。读经典的好处，第一，提高识字能力。现在小学，我们大陆小学6年，教育部规定认多少个字呢？2450个字。古代的书院认多少字呢？1年认多少字呢？古代的蒙学啊，1年认多少个字？5到6千个字。哪个教学效果好？哪个教学好？1年认5到6千个字，你6年再认不到3000个字，所以浪费生命的